梁世贤开始施粥救民了，官府要施粥的消息由衙役巡城喊话，听到的难民们便全都往着济民台的方向跑。没过多久，灾民就堆了个里3层外3层。弟呀，你总算是有救了，来，喝了这个你就不会饿死了，你就会活下来了。哥，你喝呀。哎，我喝，我也喝。不要多拿，喝饱了就行了，不必存着明天喝。明天县尊大人还会在这里施粥的，听清楚了吗？天天都会有。弟，天天都有呢，咱们城县总算是来了个好官啊。哥，我们总算活下来了。两兄弟抱头痛哭，身上2个淡淡的光点飞了起来，注入到了箱子之中。拯救指数涨得好快啊！早饭时间那么一小会儿，居然就涨了10几点。照这样算来，本该饿死却被这一餐救活的人起码有好几百人，箱子的战争迷雾肯定又打开了不少。李道玄伸手到箱子的东南西北4个按钮上，啪啪一阵乱按，果然视野一下子又扩开了许多。居然可以看到第2个村庄了。爷，在高家村东北方向大约5、6里的位置有一个小小的村子，那是什么村啊？那不就是郑家村吗？郑大牛的村子。李道玄听到郑家村的那一瞬间，箱子唰的一下又散发出了大量的金光。箱子侧面那个东南西北中的按钮旁边居然出现了2行半透明的字：1高家村，2郑家村。这2行字不会又是我想象的那个作用吧？李道玄伸手在郑家村上一点，箱子里的视野唰的一下跳。太阳车2号是李道玄吸收了太阳车1号的制作经验之后，重新设计了动力系统和装载系统做出来的优秀产品。20余名郑家村民登上了太阳车2号。大牛，我准备好了，你可以拉开这张帘了。咱们上次撞死了人，这次可得开慢点啊！2个憨憨自从撞死了1次人，也算是上了一堂交通安全课，开车的风格稳健多了，再也不敢在官道上狂飙，缓缓地发动了太阳车2号，向着郑家村的方向驶去。李道玄目送公交车出发了，便在箱子外面点了一下郑家村的标签，箱子里的视野唰的一下就跳转到了郑家村的上空。他随即拿出医用雾化器，对着郑家村上空打开开关。啊！大家快看，看咱们的村子！看天上，天尊把龙王爷请到郑家村来了，天尊仁慈啊！我家的田地也可以种了。停车，快停车！哎呀，天天说我们是笨蛋，结果他们自己才是笨蛋嘛！有车不成，非要跑过去。大牛，你干嘛打我呀？我们不是好朋友吗？你刚才骂我爹娘是笨蛋，虽然是好朋友，但是我也得揍你一拳。好吧，认打，确实是我不对，我可以骂郑大牛是笨蛋，好朋友之间互相骂没有问题，但是骂人家爹娘，活该挨揍。只见郑家村的村民们一路飞奔，跑了起码1里，回到自家的田地里，扑通一声跪下，用手抓起已经有点微微湿润的泥土。每天早上卯日星官叫醒太阳，我们搭乘着天尊从卯日星官那里借来的仙车回家去种田啊，每一天都是如此嚣张的展开，就算皇帝老儿去种田的路上也没有仙车可乘啊。郑家村的农田利用率仅有1/4，也难怪。郑家村本来的人口远比高家村多，农田的面积也是高家村的2倍。郑彦夫跟随王二造反时，将郑家村的人口裹挟了大部分。这些人在数次战斗中要么死，要么现在在高家村当劳改犯。现在的郑家村村民们只耕种自家的农田，利用率肯定也就低了，不能这么浪费。李道玄叫来高一叶和32，让2人去处理农田闲置问题。32派出师爷谭立文率人去郑家村丈量田亩，将无主之地免租出借给郑家村的20余口人，劳改犯当然没份。我得好好表现，早日劳改结束，恢复白身，
下一次有免租借田这种好事就能轮得到我了。太阳车跑官道还是太颠簸了，严重影响了通行效率。今后如果市野开出更多的村庄，这些破破烂烂的官道严重影响我的小人国发展。那个老话怎么说来着？要致富先修路。大叔，我家里墙面坏了，需要点水泥修补一下。但是吧，我去建筑市场买一大包呢，那又太多了，浪费。所以我能在你们工地上拿一点吗？一点点没关系，赶紧拿，趁着工头没看见。这羊毛薅得舒服。修路是个大工程，高家村人口太少，根本没有多少人力来做这件事。修一条5-6里长的路，那得多久啊？算了，第一条路还是我自己动手吧。反正早就想做一次这方面的活了，感觉还……仙路开通的第一天，村民全部涌到了这条新路边上。哦，这路好硬啊，硬得跟石头一样。那边有点斜，可以玩了。小孩子们跑到公路的一个土坡处，唰的一下滑了下来。哎呀，胡闹什么？天村的仙路是跟你玩的吗？大家让开让开，跑车了！在仙路上行车，可比在黄土官道上舒服多了，当真是又平又稳，跑起来不费吹灰之力。做了一条路之后，李道选也把水泥匠这个活计做腻了，抓了一小撮水泥给32。今后还要修路的话，就让小人们自己操作吧。一转眼，时光飞逝如电。县令梁世贤每过一段时间就到李家来求得一些救灾粮食，到处施粥救民。巡检程序的脑袋也保住了。他本以为新县令是东林党人，会想办法弄死他，没想到这梁世贤一天到晚就忙着到处施粥，根本没来和他说半句废话。刚刚走马上任的崇祯皇帝朱由检正坐在御书房里查阅奏章。府念秦灾重大，关系匪轻，设下户部复议，将天启7年复迁，并今岁加派地亩辽饷即次免征，复将建年者酌减一半，其除军饷宗禄一并宽缓，不然即日取此恶评，必知帐下无益也。更请哎呀，快！太阳要落山了，再晚一点，咱们全车人都抛在路上。我已经把帘子拉开到最大，现在是全速前进了。全速怎么也这么慢呢？因为太阳已经快要不行了。这么一大车人呢，就算太阳真的落山了，我们一起推车，总是能把车子弄回去的。还是先不说，看两个笨蛋着急也挺有趣。李道玄也不禁莞尔，视角再切回高家村，就见到高一叶正和一群小孩跳皮绳呢。高一叶现在越来越放飞自我了哈。我是高家村最任性调皮捣乱胡来的女孩，才不是什么大花瓶呢。我偏要和小孩们一起跳绳玩游戏。张大嘴巴圆圆嘴巴扁扁嘴巴牙齿对正唱得欢乐呢。高三娃，你这个混蛋，你给我交上来的作业鸭子的鸭字居然写了个拼音在那里代替，岂有此理，简直是岂有此理。叶姐姐救我！先生用力打。王先生挥下了戒尺，啪的一声，高三娃的手掌心瞬间就红了。去，给我把鸭字写100遍。高三娃的童年完整了。老腿毛，最近你怎么老往县城跑啊？你是著作匠，逃了2个月的役了，回去就不怕被抓到啊？县城里啊，现在很多难民等着县令老爷施粥呢。我混在里面，谁也不会查我。我这几次回去啊，是去找几个工匠老友，给他们说了高家村这里的事情。过得几日，他们也会来了。听了这话，
32赶紧把白渊的夫人和公子和几个奴仆丫鬟请进了堡里，让师爷谭立文给他们安排房间和日常用品。多谢天尊，多谢三管事，我妻儿在这里住下就没有后顾之忧了。现在就返回白家堡，组织民团，随时准备抵御贼军。几千贼军，你白家堡就算玩出花来也抵挡不住吧？哎呀，此事终究还是要靠官府啊。官府？你也知道的，澄城县就只有巡检程旭一个人，带着100多个兵丁，平时打打小贼也就罢了，碰上数千贼军，他们只能去见他太奶奶。总之我就先回去了。若是白家堡抵御不住，我也会逃来高家村，到时候还望高家村再救我一次。保重，见势不对立即过来。李道玄看着白渊离去，心里也有点小担心。这白渊是个乐子人，在天上看他看得久了，也看出些许的感情来了。看来是时候出动了。太阳车3号，一夜去把高初武和郑大牛叫过来。李道玄将早已经改装好的太阳车3号缓缓地放到了高初武和郑大牛的面前。巨大的太阳能车长达14厘米，放进箱子里就是28米，9丈多。摆在身高还不到1厘米的小人们面前，那视觉效果简直炸裂。这么大呀？不够大的话运不了投石机。运投石机干嘛呀？还不明白？天尊要你们2人用这辆巨大的车给白家堡。我操，这看起来奇怪的投石机居然真的可以用，怎么做到的？这一下白家堡就有了10台投石机呢。贼子人越多，这投石机砸过去就越容易砸中人呢。笨蛋，投石机砸得死几个人呢？这东西真正的作用是砸坏贼军的士气。贼子本就是乌合之众，打仗时不肯用命向前冲，这投石机只需要砸上几块大石头在贼军阵中，后阵的贼子就退缩不前了，而前阵的亡命之徒埋头猛冲，军阵便会断成2截，可轻易分头击破。就算把贼军切成2截，使之首尾不能相顾，以我们现在的力量，加上白家堡的民团，依旧无法抵抗贼军。那辆古怪的大车，那车子太大了，太威武了，连2丈宽的投石机都能运输。若是用它来运输兵员或者粮草，简直是，这才是真正厉害的东西啊！可惜的是，这辆太过笨重，在崎岖不平的地方无法行驶。刚才他送完投石机掉头离去的时候，光是掉头这个动作就耗费了许多时间，转弯时间又慢又呆。若是我指挥士兵迎战这辆巨车，便会趁着这车子转弯掉头的时候，命令士兵攀爬上去，乱刀砍死驾车之人。罢了，这白家堡终究是守不住的。程旭满脑子逃跑念头依旧不变，敷衍了事的和白渊研究着防守白家堡的事情，耳朵里听到的话全没往心里去。2个多时辰之后，饭点到了，白家的管事开始给士兵们张罗饭食，程旭也准备好开始吃大户了。程旭接过白家管事递过来的2个馒头，一边啃馒头一边爬上了角楼。那奇怪，都什么年代了，还总把君子6义挂在嘴边。现在是明朝了，狗都不学君子6义。白先生，本将军也就不说废话了。这黄龙山上的贼军若是去了别的县，就不关我事，但若进了澄城县来，我就必须得管。所以最近这些天，我得在白家堡叨扰了。这家伙所谓的叨扰，其实就是要赖在这里吃喝了。我倒是不介意有官兵来吃大户，哪怕打起仗来，这些官兵十有8九会逃跑，但他们只要驻扎在这里，就能对贼人形成震慑的效果。程将军愿意驻扎在我白家堡，是我白某人的福气啊！来，清静。这白家堡还算是强劲，然而就凭这些还远远不够，想要抵抗5、6千贼人，依旧得去太奶奶那里报道啊！太奶奶啊，曾孙还年轻，还不能去你那里。老爷！什么事？贼军来了吗？说高初武来了。高初武？
谁呀？高家村那个笨蛋大个子，来过咱们这里好几次了。哦，我想起来了，是那家伙呀。嗨，我记得很清楚。高初武和郑大牛驾了一辆很大的车来，车上还摆着仙家投石机啊！仙家投石机是咱们当初对付无上冥王的时候用的那种吗？是的，就是那个。快打开堡门，迎他进来！那车太大了，看样子进不了堡，只能在堡门口停下了。从来没有听说过什么投石机是用车子运的，这得多大的车呀！程旭3步并作2步窜上了堡墙，往外面一看，入眼是一辆近9丈长的超级巨车，正轰隆隆的沿着官道冲过来。什么鬼车？老大，我想起来了，上次我们伏击小霸王叛军时，黄龙山深处的山谷内，6000多贼军正挤成一团，闹闹哄哄。这6000多人有一半是老弱妇孺，只有为首的那1000人是彪悍的悍匪，分别由2人率领。其中一个绿林老大叫做布占尼，来自洛川县；另一个叫做左褂子，来自宜川县。这兔子香，褂子，我那洛川县现在是回不去了。洛川巡检带兵堵在了黄龙山口，那家伙带过边军，是个狠角色。我若下山回洛川，迎头就得遇上他。嗨，我那宜川县也回不去了。他娘的，宜川有个督粮道，名字叫洪承畴，好他娘的厉害啊！我这几千人居然打不过他手下一群家丁，被他率着家丁把我一路砍进了黄龙山，至今这家伙还堵在黄龙山口，我是不敢回去了。家丁都这么厉害，这洪承畴究竟是何方神圣啊？我他娘的哪知道啊！看来只能去长城县了啊。我听说程城巡检程旭是个废物，白水王二起事造反时，这废物追了王二几个月，硬是摸不着王二一根毫毛。我也听说过，这货非常怕死，稍微有点风吹草动就会率军逃之夭夭。嘿嘿，那就这么定了，咱们先派人去澄城县那边踩踩盘子，摸清楚山下动静，然后就去澄城县里刨点吃的出来。嘿，我逃进山之前还听人说过，新任澄城县令梁世贤正在施州进民呢，说明他手上还有不少粮食。咱们杀进澄城县去，剁了那刚上任的狗官，将他的粮食全都抢过来。好，就这么干。黄龙山里盘踞着大量贼军的消息很快就传到了县城，整个澄城县的老百姓都如惊弓之鸟。新来的县令梁世贤当然不能做事，鼓励县老哥，你们真的做不出1比200的手弩玩具吗？这个做不出啊，这个比例下手弩实在太小了，我们无法将机括做到这个大小，哪怕是最简单的机括也不行。好吧，也就是说只有弓了。是的，弓是没问题的，古代长弓的弓臂一般是 1.5 米长，1比200的玩具是 7.5 毫米，这个大小的塑料玩具弓我们是可以轻松做到的。实际上我们已经做出来了，希望您在下一次视频中可以挂个小黄车卖一卖。样品呢我已经给您发出了，就咱们说话这阵子可能已经快到了。哟，这么有效率。李道玄听到了按门铃的声音，跑出去开门。快递员塞给他一个盒子，打开一看，还真是一盒玩具弓。这属于特殊玩具了，也就只有爱看小人国的日常的那群人会买这种比例的小玩具了。配给塑料小人玩具一起使用，可以在家里摆个巨大的古代战场。爷，你随便找个村民，让他试试这把弓能不能够用。随便找个村民吗？我就是村民啊！哇，天尊，这弓我居然也能用！这么轻松吗？哦对了，传统长弓用的是上好的木材做臂，紧致的牛皮筋做弦，想要拉开当然需要很大的力量，射出去的箭矢也非常有力。但我这玩具弓用的是塑料弓臂，加上松松垮垮的皮筋，那当然容易拉开了。这么容易拉开，那射出去的箭矢也不会有力。你把弓弦收一收，收紧一点，找到最适合你的松紧度，你就能射出有威力的箭矢了。好嘞。这次收得太紧了，少女使出了吃奶的劲儿，也没能。高一叶听到天尊法旨的同时，也刚好跑到了32和绍兴师爷面前。哎，
这不是李家大夫人吗？怎么背着一张大弓啊？李夫人，刚才的箭……不是我没有。你背着这么大一把弓啊？射偏箭的事，但是死也不能承认的，不然让人以为天尊的圣女李家大夫人是个调皮捣蛋的女孩子，天尊和天尊化身的李老爷可就同时丢面子了。李夫人端庄秀丽，能文能武，真是李老爷之福啊！您来的正好，在下奉县令大人之命，前来李家借些兵器以敌贼，还望夫人……天尊有令，借他500张长弓，弓已经堆在望楼前的天井里了，你自带它去取用。啊，明白了。那我就先走了。夫人刚才说了，咱们李家可以借出500张长弓。哎呦，当真？你随我来。32带着绍兴师爷穿过几条通道，几个天井，前面就是望楼了。到了楼前一看，天井里堆着好大一堆长弓，全都是那种弓臂长达半丈的好货，比猎人们手里的轻弓大了不是一点半点。这些弓材质古怪，而且5颜6色的，像是有点不正经的颜色呀。天尊经常赐下一些5颜6色、花里胡哨的神物，什么5彩的城墙、5彩的投石机、5彩的巨弩车，甚至……太阳还没完全升起，天空只是刚刚升起鱼肚白。白家堡的角楼哨兵就敲响了用竹筒制作的警报器，空空空的声音回响在整个白家堡的上空。白渊和程旭两人用最快的速度跑上了角楼。好多呀，贼军来了几千，我完全看不出来呀。1500，还真是有点多。听说黄龙山里驻扎了5、6千贼人，怎么才来1500啊？贼军虽然浩大，但至少有一半是老弱妇孺，能战的只有3000，而这3000人又分属洛川不沾泥、宜川左褂子，这2股贼人未必肯同时出手，所以今天来的只是其中之一。哎呀，还是朝廷命官手里的情报多些呀，这些事儿我可没有听说过，程旭却知道。就算来了1500也难办，这2伙人转战洛川县和宜川县多时，比起你曾经收拾过的无上明王要厉害多了。乖曾孙儿，快来陪你太奶奶。好吧，太远了，其实根本看不清那人的长相，刚才的画面完全是我的幻觉，看到了太奶奶，此战不急，暗中通知所有人，一会儿我一声令下，立即开了南边的堡门开溜，听清楚了吗？属下得令。贼军下山，周围的所有农户们马上就要涌来白家堡了，打开堡门，放认识的人进来，不认识的一个也不得进入。老弱病残退入屋中，有一战之力的青壮年们则拿起早就已经堆放在仓库里的竹枪，按白渊事先吩咐好的位置站定了。哎，白渊这家伙怎么一副……白渊一声令下，白家家丁们伸手抓住覆盖在巨弩车和投石机上的黑布，猛地一掀，10台投石机、10台巨弩车便全都亮了出来。哎，投石机发射！早已拿着大锤子站在投石机旁边的2名铁匠同时挥起了大锤，砰的一声砸在了机括上。塑料投石机扬起了巨臂，呼的一甩，2颗大石头飞跃城墙向外砸去。双翅虎手下的贼人刚开始冲锋呢，2坨巨大的石头迎空飞来，其中一块轰的一声砸在了贼军阵中，当场将2人砸成了肉饼。我操！巨弩车发射！一群憨贼正在冲锋呢，突然迎面飞来2支巨箭，噗的一声响，毫无悬念的洞穿。然而这还没完呢，白家堡的铁匠早已经换了个位置，又砸下了另外2台投石机和巨弩车的机括，
第二轮2颗巨石，2根巨弩箭又飞了出来。这些剑妇也训练过。白渊这家伙把这白家堡的民团搞得有声有色呀。哎，奇了怪了，这些人为什么这么肯听他的指挥啊？他究竟许给了这些老百姓多少好处，才让他们死心塌地的听话？我手下那些士兵就没这么听话过，今天偷懒，明天摸鱼，训练不肯好好参加，一骂他们就摆烂，说是没吃饱，军饷没发足，所以饿得没法练。就这一会儿功夫，城外乱哄哄冲过来的双翅虎军退了。贼军第一轮攻势，贼军分散站位，再一次对着白家堡冲杀过来。投石机和巨弩车同时开始射击，飞石砸落，轰的一声，但分散开之后的贼军受损并不严重。只有非常倒霉的倒霉蛋才会被石头直接砸中毙命。巨弩车的准备也同样大打折扣，很容易就从贼军中的间隙划过。不沾泥大哥果然厉害，略施小计便叫狗官兵拿我们没办法了。他们还没开心到2秒，堡墙上探出一排官兵，拈弓搭箭，对着冲过来的贼是一轮齐射。官兵们的箭术也不是乡勇能比的，他们这一射起码是10箭5中。我中箭了，我中箭了，好疼，娘的好疼啊！工兵们一阵乱箭之后，毫不犹豫又搭上第2支箭，再来一轮。不一会儿，贼军就倒了一地。我们的弓箭手呢？还击！贼人们拉开了猎弓，对着堡墙上的官兵回敬了一波箭矢，根本无法洞穿官兵的甲片，全都被弹落在地。锅盖，把锅盖举起来！有锅盖的贼人赶紧把它举起，护在胸前，嘟嘟嘟一阵闷响。拿着锅盖的贼人终于冲到了堡墙边，冲到墙外的贼人正准备给队友当垫脚石，就看到城墙上冒出一个手拿大石头的官兵，对着他一石头就闷了下来。砰的一声，连人带锅盖一起被砸翻在地。石头来！白家堡守住了！一骑快马从白家堡的方向飞奔而来。白家堡守住了！白老爷和巡检程旭联手击退了洛川不沾泥，白家堡安全了。白老爷是个善良人家，他没事就好了。白家堡安全了的话，贼人就不会进入咱们县了吧？那家丁在堡门口翻身下马，大步跑进了堡里，向32行了礼之后，一路来到白夫人和白公子屋中，向着他们汇报白家堡战况。既然贼军被击退，那我们是不是可以搬回白家堡了？夫人，公子，这一次来犯的贼军只有不沾泥一部，那宜川左褂子没有出现，若是他也加入，贼军总数多达3000人，到时候白家堡就未必守得住了。巡检程序就是个靠不住的，随时可能逃跑。虽老爷让我转告夫人，还请在高家村再借宿些时日。好吧，你回去转告老爷，一切小心啊，不可逞强，见机不对就舍了白家堡逃吧。小人遵命。家丁拜别了公子和夫人，出门上马返回白家堡去了。还没结束，黄龙山里5、6千贼人这才出来打了一阵，宋公明还3打朱家庄呢。黄龙山贼匪也不一定只打一次白家堡就收手，不行，得帮一帮自家的小人啊。但是要怎样才能更好的帮到他们呢？塑料投石机和塑料巨弩车战斗力非常有限，而且也无法再增加投石机和巨弩车的数量了。堡内的空间决定了投石机和巨弩车不可能无限的叠加，让高初武和郑大牛驾驶太阳车撞过去？不行，太阳车的越野能哎呀，天尊教你使用仙家兵器，你却该学的不学，去学李铁匠怎么敲击库。我怎么生了你这么一个笨蛋儿子？还不赶紧向天尊谢罪？不用了，天尊说不用谢罪，他再给你演示一遍。
这一次你必须要好好的看着了。白公子赶紧啪的一下站得笔直，双眼瞪得老大，死死地盯着那个奇怪的仙家兵器。只见它啪啪啪的一块一块的分解脱落，不一会儿又变成了一堆散碎零件。好了，天尊要开始组合了。那些积木块再次飞起，在半空中合并，再合并，清脆的积木组合声不绝于耳。不一会儿，积木导弹再组合完毕。这一次记清楚了吗？启禀天尊，在下全部记下来了。天尊夸你聪明了。天尊夸我儿聪明，我儿得了天尊的夸奖。哎呀，明天早上天尊会派出高初武和郑大牛，带上3台仙家导弹以及大量的炮弹送去白家堡，你随他们一块儿去，教你的父亲组合仙家导弹。谨遵天尊法旨。6义中礼字一项，我跟着父这方面不要跟着你父亲学。臣率100士卒守白家堡以拒贼军，督促民夫伐木打造投石机、巨弩车等兵器，训练相勇。数日之后，贼军果然到来，铺天盖地，人数达6000多众。然臣并无半点畏惧，先以投石机、巨弩车催贼士气，然后率兵掩杀。父亲，孩儿奉天尊之命带了仙家导弹过来，因此导弹需要用仙法组装，天尊怕您不会，特意让我回来告知您方法。仙家导弹什么东西？父亲，请速派家丁和民团将天上的仙家导弹碎片搬下来，孩儿马上来指导他们组装此物。这不就是高家村那5彩城墙的碎片吗？只是这次涂成了灰色而已。这东西有什么用啊？难道天尊的意思是让我们用这个搭个新的城墙？搭个更高点的城墙出来，也还是有点用的。把那些碎片抬到白家堡中的中庭外。你们几个去搬左边那块碎片，你们几个搬右边那块碎片。好，抬起来。用那边的凸起对准这边的凹槽。对，向中间走，合在一起来。力气大的，左右两边同时用力推。你们几个把那边那一块碎片拿过来，对着这块碎片上的凹槽，对准了。好，两边的人一起用力，把它给撞进去。这究竟在搞什么鬼？虽然我看不懂，但是感觉大受震撼。父子2个都有毛病吗？这都什么时候了，你们还在玩这种莫名其妙的东西？那边的几个家伙，对，就是你们，抬起那片碎片装到那边。对，再过去一点，对准凹槽，实力。哎呀，糟糕，好像记错了一点，快把它撬下来，重新安装。我操，玩我呢，还要重来？白家堡的人全都动员了起来，连程旭手下的100多个官兵也加入了行动。拆掉后院的假山花园，拆掉书课前的亭子和走廊。在白公子的指挥下，大群人抬着大块大块的积木，玩搭积木玩得不亦乐乎。终于3台仙家导弹搭建完毕，白公子完成了他的使命，被白渊赶回了高家村，不允许他一个半大的孩子留在战场上。高初武和郑大牛又给他们运来了数百枚塑料炮弹。白渊亲自指挥大群村民和剑妇练习装填弹药的动作。这可是大旱灾啊！这些村民不停地扛着又大又重的炮弹转圈圈，肯定饿得快，怎么肯死心塌地地听你安排的？白老爷有令，吃了馒头再接着练习。好吃啊！给白老爷办事儿就是好，吃的管够。娘亲啊，你白渊居然敢给村民吃个饱，我的兵都不敢这么吃啊！堂堂朝廷正规天兵，
现在个个瞪着村民手上的馒头流口水。军户的生活挺苦啊，朝廷自万历年间就没有正正经经发过几次军饷了，左拖右拖，月月拖欠，许多军户逃亡，其中不少人甚至加入贼军之中，个个都成了贼军中的汉族啊。程将军，这些馒头给您手下的军爷分一分吧。吃，不用跟白老爷客气，他家祖上出过一个知府，2个县令，有什么东西？贼兵们转头看过去，只见白家堡里飞起了2坨奇怪的玩意儿，划过长空，对着自己所在的方向飞来。2坨巨大的玩意儿落了地，落在了离贼军们起码有10丈之远的山坡上。我去看看那飞过来的是什么玩意儿。莫不是什么巨鸟？你小心些，别被灼伤了。我是虎，还能怕了鸟不成？哼，那白家堡的白渊就是一只鸟，我肯定是要吃了它的。哈哈哈哈哈！把导弹向左转一点点，脑袋压低一点。对，就这么多。嘿嘿嘿，就这么多，找好了吧？嘿嘿嘿，这一次不试射了，8枚导弹给我一起打。8枚导弹连续飞起，这一边双翅虎刚刚跑到了那2坨怪东西落地的地方，定睛一看，2坨比2人还高巨粗的奇怪物体躺在山坡上，伸手摸了摸，材质古怪，非金非铁。大哥，这不是巨鸟，也不知道是什么奇怪物体，搞不好是天外云铁啊！天外云铁落在我们前面，这可是吉兆啊！自古以来，帝王兴出，可不是总有天外云铁落下来吗？又来了！布詹尼转头一看，白家堡方向又飞过来了8坨奇怪的物体，划过长空，对着自己所在的方向嚣张地飞来。躲！老鲁刚刚往地上一趴，那8坨怪东西，贼军被打跑了。他们跑了。哈哈哈，他们退了，退回山上去了。哈哈哈，来时有多嚣张，去时有多狼狈。哈哈哈哈哈！小的们，把那山坡钉死了。贼军退去之后，派几个较快的人过去看看，确定贼军不会再来了，就组织民夫去把那些炮弹捡回来。贼酋布詹尼、左褂子纠结1万贼军，再攻白家堡。臣虽然只有100兵力，但誓与城共存亡，岂容贼子放肆？组织民团相拥，砍树伐木的，制造导弹以拒贼。导弹？哎呀，这个词儿以前可是闻所未闻呐。我若是把这个词儿写进奏章里，递到朝廷上，皇上看得懂吗？导弹是何物啊？把那个叫导弹的东西给我押送进京，让朕看看。哎呀，这么一搞，那事情牵连就大了。到时候导弹是怎么来的，必须说清楚，一点也不得隐瞒。那这导弹来自鬼村的事情就要暴露，我程旭力敌贼军的功劳就一点也捞不着了，全都被鬼村里的不知道什么鬼人给抢了去了。不行。程旭赶紧把刚刚写的奏章放到火上，烧成灰，再重新提笔。前面不变，写到砍树伐木那一句时，话锋一转：臣身先士卒，冲入敌阵，以1人之力连杀数名悍匪，威震黄龙山。哎呀，你来得正好，是我在找你。看起来怂怂的，一副没见过世面的样子，应该是才来高家村没多久，只有新来的才会是这样的精神面貌。我听说你是个雕板匠。哎呀，是的，小人名叫萧大正，祖祖辈辈都是雕板匠。著作匠，轮班匠。著作匠，小人是丢掉了户籍逃过来的，
现在只是一介流民了。著作匠啊，那可真是难为你了。听说你刚来高家村，寸功未立，吃了好几天白食，想必你多少也有些心中不安吧？我什么也没做，就吃白食，能不慌吗？小人是真的心慌，还请王先生指条路子呀。好吧，那我就直说了，我的孩子们都没有书可看，这整个高家村里就只有我带来的几本书，孩子们只能轮流翻阅，学点东西可真是太困难了。王先生的意思是让小人雕版印刷一些书籍？给孩子们看的书，那可是非常重要的，一个字也不能搞错。我之所以来找你呢，也是听罗腿毛说你干活卖力认真，雕版从不出错。小人做事最是认真，小人经手雕版的书籍，一个错字也不会有的。那就好。这个呢，是天尊教我的仙语，叫做汉语拼音，我将之整理了出来，由你将它们雕印成书。如此一来呢，你也算是为天尊做了点实事。你家里那些饭食啊，吃起来就不用那么心慌了。轻轻掀开一点点帘子，不可以掀多了。太阳神车就是太阳晒得越多，速度越快。我可不想变成高初五和郑大牛那样的笨蛋，第一次开车就撞墙上。我也不想变成笨蛋，天尊亲口说了2个笨蛋，初五和大牛哥这辈子都甩不掉笨蛋的绰号了。知道就好，挂上了笨蛋的绰号，娶媳妇都得多加2倍聘礼才行呢。娶媳妇儿为什么要聘礼呀？自己吃了那些东西不好吗？小孩子懂个鬼。好了，出发。大旱灾下，最不缺的就是太阳。那该死的太阳是天天都悬在天上。遮阳帘一拉开，太阳车的动力就来了。车子缓缓地驶了出去，在秋小麦田地里劳作的村民们便一起转头看了过来。哟，怎么回事？今天不是高初五和郑大牛开车了吗？为什么圣女大人跑去开车了？三娃居然也在上面。三娃，你在干什么？是天尊下的法旨吗？娘，你别大声喊，我还在学经理上课呢，惊动了先生，他就知道我逃课了。叶姐，我要加速了，我娘杀出来了。我已经学会转弯了，现在可以加快一点。好呀，那快逃吧。高三娃把遮阳帘又拉开了一些，太阳车1号便唰的一声冲了出去，载着高一叶和高三娃冲上了村外那条唯一的水泥路，向着郑家村的方向去了。你小子晚上还得回家，到时候要你尝尝竹笋炒肉。今晚吃肉，哇，太好了！娘，等着我回家再开饭。哎呀，诸位啊，你们有所不知，劳改犯这个东西啊，是指的犯下了罪行之后，用劳动来偿还自己的犯下的罪行的罪犯呐，那可都是罪犯呐。哎，管事，我现在把你打得头破血流，是不是就是犯了罪啊？就可以劳动偿还自己罪行了呀？你是笨蛋吗？住手！我的意思是，你们大好良民，没必要去做罪犯做的活计啊。我给你们另行安排就行了。哎呀，哎呀，咱们高家村有许许多多需要下力气的活，需要大批短工。既然你们愿意来干活，当然不会有拒绝你们的道理。这样吧，先把工钱谈好，再谈做什么。首先是包吃包住。包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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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瞧你们没出息的样子，光听到包吃就激动成这样了。哎，包吃包住是劳改犯的待遇，但你们不是罪犯，而是普通的良民短工，所以这除了包吃包住之外，还要再给你们发一些工钱。天哪，还有工钱呢！还有工钱，还有工钱，还有工钱。哎，工钱可不多啊！工钱不多。
等等，这句话不值得欢呼呀！一群人唰的一下全都僵住，停止欢呼，讪讪地笑了笑。工钱就按每个月20斤面粉，2斤猪肉，再加2两盐来算吧。这就是你说的不多。我操，这。自从有了造景箱，李道玄的作息制度居然也开始跟着古人们来了。日出而作，日落不息，怎么也得玩到晚上12点才睡。就算身体想休息，脑子也会说，我再刷2分钟手机。就算脑子想休息了，手指还在无意识地刷手机。反正晚上什么时候睡都行，早上天一亮，生物钟就会将他摇醒。李道玄点了个南瓜粥外卖，捧着粥碗呼呼地吹冷。就在这时候，白渊来了。拜谢天尊，白老爷来了。32、高一夜、白夫人、白公子一行人很快便赶紧迎了出来，连高初武、郑大牛、李大、高一一等人也一起过来给白渊打招呼。诸位安好，在下这次来高家村是特意来报个喜讯，拜谢天尊的。天尊已经收到你的感谢了。白先生，你离开白家堡跑来高家村，万一贼人趁机攻打白家堡，那可如何是好啊？放心，贼子已被天尊的仙家导弹打破了胆，再也不敢来白家堡了。程旭派出斥候盯着，发现那群贼子不敢再从白家堡的北坡下山，换了个别的方向去了。听白渊这么一说，众人才放下心来。2位可以去白家堡将仙家导弹运回来了。好嘞。你们也可以随我回白家堡了。好的，妾身马上去收拾行李。父亲，我想留在高家村。你是想逃避为娘监督你读书吗？孩儿在高家村的学井里学到了一门仙语，叫做汉语拼音。这可是52度的酒啊，52度啊！你他妈要的用碗干，还往嘴里整碗一倒，差不多可以拖出去卖了。果然，高初武这一碗干下去，当场就感觉不对劲儿了，左晃晃右晃晃，扑通一声，栽了。高初武这笨蛋，喝酒都要这样喝的呀？一点危险意识都没有。给他催吐，把酒弄出来。高一也把天尊法旨转述下去，大伙儿才感觉到事情的严重性，赶紧把高初武抱起来，左折腾右折腾，折腾了好半天，把高初武干下去的那碗酒给弄吐了出来，这才收手作罢。此酒劲大，注意适量。此酒劲儿大，天尊让大家注意适量。天上神酒，凡人不可牛饮，我们记住了。牛饮就会变得和这个笨蛋一样了。学谁都可以，切不能学高初武。这种叫啤酒，劲儿比较小，适合大多数人。喝不惯白的人，就让他们喝啤的。天尊说这酒叫啤酒，劲儿比较小，适合大多数人。这一下酒就够多了。高家村所有打铁工匠、造纸匠、修路工人、织布的妇人，连同砍树的劳改犯们，都暂时放下了手里的工作，拿起酒杯，干杯！喝！今天究竟在庆祝什么呀？好像是庆祝白家堡打败了流寇。这也不算啥大事儿吧？上次咱们高家村打败无上明王，都没这么大规模的庆祝呢。管他呢，有酒喝你还说什么怪话？酒可是量身酿的。你以为现在是什么年头？老子3年没闻过酒。王家村？这行字什么时候出来的？莫非是昨天喝醉之后？看来是昨晚视野又变大了几厘，把王家村给纳入进来了。谁被救了？不太清楚，管他呢，只要我不去在意拯救指数，就没有人能逼我卷。李道玄伸手在王家村3个字上一点，视角便跳了过去。
入眼处是一个规模比高家村大了1倍的村子。没猜错的话，这里应该就是王二率众起义的村子了。大部分王家村的村民应该都跟着王二离开了，少数几家没离开的也去高家村了。唉，李道玄拿出医用雾化器，对着王家村上空开始喷雾。今天的高家村清晨没有平时那么热闹。李道玄打开自己的手机，看了看早已经准备好的几大思想指导神书。现在给这些孩子看还早了点儿，还得等，起不来的。哎，先生，小人雕好了拼音，想请您过目一下。是吗？拿来看看。哎呀，很棒，一个都没错呀！你果然没有吹牛，做事细致。那现在就可以印刷汉语拼音这本神书了吧？这可是天尊教授的天界神语啊！一旦王先生准备出发了，包裹装上几枚巨大的银球，本打算潇洒背起包裹，却被包裹扑通一声压在地上，半天不能动弹。哎呀，救命啊！救命啊！银子真是让人又爱又恨呐。王先生，你一个读书人，哪里能将这许多银子带得回去呀？况且自己上路也不安全，还是得带上一些年轻后生陪你走这一趟，让他们扮成你的家丁，这样你才像个买得起书局的有钱人嘛。于是王先生开始重新构建队伍。王先生还给自己编了个故事，我就说我给一位大老爷做了家属老师，得了厚赏，现在已经翻身发了大财。李道玄看到高一爷也起床了，就叫他集合了仅有的那几家王家村的村民，告诉他们王家村也下雨了。天尊呐，小人在想，反正都要春天才能播种，咱们正好趁着这个冬天把水泥路铺设到王家村去，如此一来，明年开春之时，我们就可以搭乘着太阳神车回村去种田了。您觉得这样可行不？这村民还挺聪明的嘛。一夜告诉32，调派一些水泥给王家村的人，再给他们安排一些短工和劳改犯一起帮忙，把咱们的第2条水泥路铺设起来，通向王家村。高一夜把这消息转述过去，王家村村民们立即欢呼起来，一个个干劲拉满，马上就开干。梁世贤怎么来了？哦，来还工的。梁世贤自认是一个清官，竟然去了洛川县啊！洛川人民这下苦喽！哈，三管事，我看到贵宝门外有一条灰色的水泥路延伸出去，此路极平，行车大妙，究竟是如何制成的？莫非是将整块巨石削平，铺排于地面之上？这哪是人能做的事儿？所谓水泥是一种先进的泥浆，将之搅拌铺于地面，待风干之后即会变成这样的路面。仙界的泥浆？梁世贤是官府的人，官府如今还在大力剿灭白莲教呢。有关于道玄天尊的事儿，还是别在他面前吹嘘的好啊。其实是我家李老爷偶然所得的一种泥浆。此泥如何所得？本官也想。梁大人，在下有一句话，不知当讲不当讲啊。这样来一句开场白，那就是不管当不当讲，你都一定要讲了。那便请指教吧。陕西连年大旱，民不聊生。以百姓现在的状况，你要是再加派徭役，让他们饿肚子修水泥路，只怕……三管事所言极是，本官受教了。可是修桥补路，毕竟是能流芳百世的善举，还是想为自己治下的县城弄出几条像样的路。但是这现在的情况确实不允许。
也不知这该死的旱灾究竟何时才能结束啊！陕西那边的奏章是越来越眼看了，消息一个比一个糟糕。陕西巡抚胡延彦的奏章怎么说的？灵拱边上已经拖了5、6年，总共欠了20余万。匠人们准备好一个与书页一样大的木框，然后把反向雕好字的木块一个一个的塞进木框里，拼到一起，最后拼满了整整一个框。接着就在这些木块上抹墨水，均匀的涂抹，最后则是拿出一张纸来，啪的一声盖在上面。把纸揭下来，一页印刷好的纸便出现在了面前。啊，印出来了！终于是印出来了！汉语拼音第1页，太棒了！赶紧印，赶紧印，快把天书整本印出来！新东家有点疯啊，不过算了，谁叫新东家给的多呢？拼命给他干活就完事儿。印吧，东昂，这一页需要印多少份？先印50册吧。天尊有令，第一批先印1000册。啥？天尊呐，学经里现在学员不足20之数，印50册便已足够，这1000册恐怕有点……天尊问，这活版印刷完1页之后就要拆掉，然后再重新组合第2页的版式，对吧？是的，我们的字块有限，必须重复使用。第1页印完之后就要拆掉活版，重新组合第2页的版式。一旦拆了版，再想重印第1页又得重新组版，那多麻烦。所以第一次就多印点，整个1000册，免得以后书不够多时还得重组版式。那俩印刷匠并不知道天尊是谁，也不知道天尊玩什么都喜欢玩大的。听到高一页转述完，两人不禁小声嘀咕道：如果印出1000册来用不上，浪费许多纸张墨水，东翁就会亏钱了。就是会亏钱的。李道玄算了算时间，差不多该降雨了，把医用雾化器拿出来，对准高家村外的田地降起了雨。此时已经是天启7年12月下旬，新春的脚步渐行渐近了，乡子里的村民们已经开始准备过年了。高三娃正忙着和另外几个孩子玩捉迷藏呢。三娃，站住！快来穿上娘给你织的新棉衣。哎呀，我不冷，娘你别叫我，会被抓到的。往年冷得直流鼻涕，天天哭着给我说想要一件棉衣，现在棉衣有了，不穿了。三娃肉吃的多了，身子骨长好了，自然不会像以前那般怕冷。三娘，你就少操点心吧。听好了，这个叫方向离，你左转，车子就左转。记住了。你们得尽快学会，等春天到了，王家村就要开始春耕了，到时候一辆太阳神车根本不够用，要好几辆穿梭来去呢。天尊说太阳车2号以后要改名为公共太阳车，专门用来载着大伙儿在各个村子之间往返。以后咱们要去的村子越来越多，公共太阳车会非常的忙的。李道玄不停地点着东南西北，换着视角到处看。居然不是男人，而是一个女人，身材这么魁梧，长得跟个铁打似的，不漂亮，有点那啥，这是横着长的呀，脸太大了。弟兄们，我们这是到哪儿了？老大，我们离成城县城应该只有30几里路了。那好，小的们动作快着点。女子一行人进入了戒备状态。麦司爷，你可找错了地方啊，在咱们这里买盐还差不多呀。什么意思啊？哎，女好汉别生气啊，我没有嘲笑你的意思，只是咱们高家村一向不缺盐，甚至还有多的盐呢。您卖盐呢，真的是找错地儿了。我从小随着父亲走遍大江南北，父亲死后接手盐帮，足迹踏遍大江南北，还没有听说过哪个小村子会不缺盐的，只有买不起盐的村，没有不缺盐的村呢。就在这时候，高家堡的大门吱嘎一声开了，高家村长乐呵呵地走了出来，
手上还抓着一个土褐色的小球。女好汉，您是卖私盐的呀？江湖上的人都叫我邢红郎，卖盐的。老爷子有何见教啊？女好汉，送你个好吃的东西。这土褐色的怪圆球能吃？照以往的江湖经验，还是谨慎点的好。来路不明的食物绝不能乱拿乱吃啊！好汉，你尝尝，我就站在这里不动。你要是吃坏了肚子，一刀砍了我便是。老大，老大，这东西好吃，好好吃，从来没有吃过如此好吃的东西啊！邢红郎接过剩下的巧克力球，用手指从上面掐下来小小的一丁点儿，往嘴里一扔，然后他的表情也变成了我呀的表情。嘿嘿，这个东西叫巧克力，是天上的神物呢。怎么样？高初武迈开大步，向着邢红郎走了过来。你好呀。你有什么东西要卖给我吗？我已经没钱了，要卖什么等我下次来再说吧。我还没娶媳妇儿，你愿不愿意嫁给我呀？旁边的村民齐齐冲了过来，瞬间7、8只手捂住了高初武的嘴。哎呦喂，你这个笨蛋，有你这样说话的？这什么鬼情况？老娘牛高马大，五官粗豪，从小就被当成男人培养一番，常年江湖走动，习性也大大咧咧。绿林中人都说老娘像母狼一样凶暴，所以给我取个外号邢红郎。哼，反正啊，就是从来没有人把我当女人看的。今天这是撞什么鬼了？居然有人跑出来求婚！邢红郎恶狠狠地瞪了高初武一眼。高初武被一群村民捂着嘴，看起来似乎是发不了言了，却没料到他肩膀一震，围着他的一圈人居然全被他推开，等连退几步，散开成一个大圆。好大的蛮力，是条好汉呢。我有房子，还有很多的米面油糖肉，什么都有了，嫁给我，我让你顿顿吃好的。是条好汉，但也是个憨憨。你说的这些我哪样没有啊？而且只会比你多。一群人又扑上来，再次捂住了高初武的嘴。好汉莫生气，他只是脑子有点简单，不是有意要得罪你的。走了，中午之前要到成城县，我们没钱了，得尽快去西安城脱手这批货。春节将至了，今天学警的课程也变了。王先生没有讲《三字经》和百家姓，而是站在所有学生面前，手舞足蹈地讲着年兽的故事。王先生讲的课程都太小儿科了。白公子坐在学警门口，手里翻汉语拼音。这本天书我也学完了，接下来该干嘛呢？就在这时候，高一叶走了过来，伸手将小学数学1年级上册递给了白公子。来，拿着，天尊册下的第2本天书。只有我有？是。王先生呢？王先生可能不太适合这个。王先生为啥会不合适呀？白公子翻开一看，整个人都懵了，里面的阿拉伯数字瞬间让他觉得头晕脑胀起来。这如果不是天书的话，打死我都不想继续看下去了。可这是天上的神物啊，凡人看不懂也是正常的。若是我一看就懂，这才是怪事吧。高一叶一边侧耳听着天尊的耐心指点，一边转述给白公子。不一会儿，两人就学会了最基本的阿拉伯数字和基本数学符号。高一叶伸手又递给他一本小学数学1年级下册，这一册也不难，还是100以内的加减法。白公子秒懂，刷刷刷的翻完。到了小学数学2年级上册，开始出现乘法了。白公子没花多长时间也翻过去了。到了3年级上册，大杀器终于来了。
当白公子看到1/3和1/4这种数字的时候，顿时脑门一堵。太奶奶的容颜出现了，死定了！这什么东西护着我？等等，有方向了！那看不见的力量居然在地上面画了一个巨大的箭头，东北方，什么意思？不管了，反正无法违背。高家村，夜晚的高家村，我为什么会被引来这里呢？原来在石泥砸下来的那一刻，我已经死了，还以为有什么东西救了我呢，结果只是幻觉罢了。原来我已经从阳间进入阴间了，只是绕过了奈何桥，没有喝孟婆汤罢了。太奶奶，您一定是在夜晚的高家村里等着我吧？嘿嘿嘿，曾孙给您承欢膝下来了。程将军，请进，我们呢等你多时了。反正已经死了，也没什么好怕的了。嘿嘿嘿嘿，就算你是鬼，你也只能吃活人，老子是死人，还怕你吃？将军东窗事发，将锦衣卫追杀了。所以老子死了？那倒也未必。我太奶奶在哪里啊？是她请你来接我的吗？阉党已经不行了。一夜之间，满朝文官都开始攻讦阉党。老子当年为了向上爬，稍微抱了抱阉党的大腿，混到了这个巡检之位，结果现在成阉党了。皇上想让我死，文官们也想我死，锦衣卫就编了个理由来杀老子。哼，真的是编的理由吗？好吧，生前说到。程将军，天尊说你的武艺还不错，想请你今后留在高家村里，教授村民们武艺以及战阵攻法之道。啥？死了之后耳朵也不好使了，要我教鬼村村民们习武？这究竟是要做什么呀？女鬼大人，你不会是要组织3000鬼族造了阎王爷的反吧？程将军呐，莫非你一直以为自己已经死了？难道我没死？你给自己一个大逼斗试试看，痛不痛？切，只有傻子才会给自己大逼斗呢。你这话要是被白夫人听到，她老大的逼都抽你啊！你不是女鬼，三师爷，你也不是鬼。我哪里看起来像鬼啊？而且我现在也不是师爷了，请叫我三管事。哎呦我操，好痛好痛好痛啊！我他娘的还活着，难怪这一路走进来没看到太奶奶。这高家村究竟是何地方？是一个在乱世里收留我们这种无处安身之人的地方。程将军，今晚且先在客房里休息吧，明天清晨咱们再来详谈。第二天大清早，程旭走出屋外，就看到高家村里到处都有村民在做体操。这种程度的操练有个屁用啊，也就只能活动一下身体，提高不了战斗力。那是什么？那究竟是什么呀？那是道玄天尊守护咱们的神仙，你的命就是他老人家救的，支援你来高家村的也是他老人家。是神仙啊！是了，昨天那漫天的泥石汹涌而下，若非有神仙护着，我哪里活得下来呀？原来如此，原来如此。明白了？明白了，我全都明白了。高家村白天闹神仙，晚上闹鬼。和这个没名堂的家伙就没道理好讲。程将军，你看什么时候开始搞民团啊？现在外面乱得不行啊，整个陕西一片迷乱，到处都是反贼乱窜。
训练民团这事儿宜早不宜迟，立即就开始吧。有不没？给我一块，蒙个脸。笨蛋，跟我来吧。啊，你怎么知道我的外号是笨蛋呢？就这么个货色，真的要我教他武艺，我会气死的。天尊都开口了，程将军看着办吧。唉，好吧好吧，以后啊，你也别叫我程将军了。被人听到传出去的话，锦衣卫眨眼之间就能把这里围个水泄不通。你就叫我何九吧。以后你就是咱们高家村民团教习了，那我就叫你一声何教习。走，带我去看看高家村现在的民团。现在还没有民团呢。马鞍程旭这一通乱骂，句句都骂到天尊身上了。要不是天尊一向仁慈，大巴掌早呼下来了。哎，何教习别急，我们高家村之所以如此安排武器装备，那也是事出有因。啊，本村有天尊庇护，诛杀贼人时则有天尊赐的神器可用，村民只需保护好自己不受伤损，因此先造铁甲，再谋武器。程旭本想吐槽这句话，但脑子里闪过了在白家堡见到的那些五颜六色的投石机、巨弩车，以及那些莫名其妙连阵组合的大导弹，一下子就醒悟过来了。那些古怪兵器都是天尊所赐。是的。啊，天尊既有神物赐予高家村，可保村民平安，为何又要我组织民团呢？末将在下这点微末之计，与仙家法宝相比，实在是不值一提啊。天空中的矮云开了，一张巨大的纸出现在云层中，上面写着一行大字：两手都要抓，两手都要硬。何教习，天尊的意思是你好好的教村民们打仗方法，而天尊则传播仙家的打仗方法给我们，两种方法都要抓，两种方法都要硬，这就叫面面俱到。既然如此，末将在下就大胆的用自己的办法去训练民团了。天空中的纸唰的一下换了一张。大胆去告。啊，天上神仙用巨大的仙纸向我下了法旨，还有什么好慌的？这可比圣旨厉害多了。都听好了，天尊法旨，要本教。李道玄将用完的1元打火机拆散，从里面拿出一个小小的弹簧，轻轻地放进了造景箱。这怎么回事？天尊赐下天界的弹簧了。好吧，这东西不就是一个大号弹簧吗？足足有半人高的弹簧。有趣有趣。嘿嘿，这个东西一看就知道怎么玩，让本将军让本教习来试试。哈哈哈哈，轻松压扁。我懂了，我懂这个东西是用来做什么的了。这是攻城利器，以后攻城不必再搭云梯了，出动仙家弹簧，在敌军城墙下摆上一排，让汉族坐到弹簧上，眨眼之间就能弹入城内。天降神兵啊，杀守军一个措手不及。仙家攻城弹簧果然威武不凡呐。原来如此。哎呀，原来如此。原来攻城还可以这样攻，仙界法门让人大开眼界。何教习能这么快掌握仙家兵器的用法，太了不起了。程将，何教习，你可真是聪明啊，难怪天尊指名点姓由你来训练民团。你是个有本事的人，这就叫知人善用。本教习的实力那可不是吹的。一群二货闹什么玩意儿呢？把它融化了，做成火铳用的小弹簧吧。天尊，如此神物为何要融化做火铳啊？这东西可代替攻城云梯，比火铳好用10000倍啊！住手住手！
趴地兔混在了一大群人中，准备去酱井里干活了。不就是做学徒吗？本兔也只需学上几天，什么都能学会，到时候就能领木匠的工钱了。我这边急需一群修路工，不需要技术，只需要力气，工作就是挖石头、挖泥巴，工钱按天结算，包吃住，一天再发3斤白面粉。包吃住，一天3斤白面粉，娘亲啊，这个活还不要技术，只要力气就行了。我要是去做木匠学徒工，一开始拿不到工钱，只管饭，但我去做修路工的话，明天就能拿到3斤白面粉了。这活能干，这活我能干，我力气很大的。你这家伙刚刚不是在我这里报名做学徒的吗？我想做更适合我做的活呀。罢了，连哪边更有前途都看不出来。要去挖泥巴，那就随你吧。高一一说罢，便带着一群新报名的木匠学徒向着酱井去了。趴地兔一脸兴奋地跟着王家村民走，刚走了没几步，高家堡里就跑出了一大堆人。杀！走，继续前进！哇！你挖个啥呀？那个队伍还招工吗？我想去他们那边。我说你这人怎么回事啊？从木匠队伍里跳槽到我这边，高匠师刚刚还骂了你呢，马上又想从我这边跳出去，田鸡都没你这么能跳啊！田鸡能和我比？我可是兔大爷。和这种没名堂的家伙就没有道理好讲。民团还没有对外招人呢，要的都是品性端正。在程序的调整下，高家村的工匠们开始从瞎做装备变成有计划的制造装备了。我需要50把小手弩。程序把这话一说，木匠们就分出数名，暂停制作家具门窗，转而来制作小手弩。趴地兔是一个绿林好汉，或者说贼。几个月前，王二起事造反，趴地兔也跟着造反了。他一个人带上爷爷那辈传下来的一柄袖剑，暴打了来村子里收税的官差后，顺利走上了造反的康庄大道。我要去找王二，能在名闻天下的白水王二身边做一个跑腿的，我就心愿足矣。我这打了官差，不敢回家，不敢去县城，又参加不了义军，该当如何是好？几个月过去了，我这总是这样到处挖野菜吃草根，偷下人地主的粮食也不是个事儿啊！哎呀，快活不下去了，怎么办啊？天无绝人之路。这是绿油油的村庄，这村子周围居然还有一大圈长势喜人的麦田，那边还有一个大家堡，在这村里能讨到食物的吧？算了，实在讨不到，就去那个大家堡里偷吧。一看就是个大户人家，很有钱的模样，偷他一点也算是劫富济贫了。新来的？啥？这个看来是富家大户的家丁，惹不起。我是来讨饭的。讨饭去堡门口，谭师爷正在放饭。啊？不管了，有人放饭，先去了再说。哎呀，你慢点吃，别把自己给噎死了。兄台啊，你来高家村找活。我这一路赚了不少，在小村小镇卖点私盐，小赚一点点，然后一头扎进西安府，开始兜售在高家村进的顶级好货。哎呀，这巧克力还真是不得了啊！大多数人只要尝上一口，当场沦陷。这名声打响之后，西安府的达官贵人们蜂拥而至，一个开价比一个高。还有那顶级白糖，雪白晶莹，冰块似的，就连见多识广的秦王府管事也是啧啧称奇，二话不说高价买走。哎呀，这货卖完了，这次我手里可是揣足了金银，是要在高家村多进点好货。高处，快来呀！李道玄转头一看，程旭正率着民团向着郑家村的方向跑呢。
高初武也跟在其中，离高家村越来越远。这怎么行啊？你们要是不相遇，爱情故事怎么更新啊？看不到更新的话，我又要全身痒，阴暗的爬行，扭曲的扭动了。爷，快去把高初武追回来！啊，好的，我马上就去追初武哥。叫初武哥回来做什么呀？哼哼，不可说，天机不可泄露。女好汉又来了。我上次想卖给他一坛五粮液，但是女好汉没钱了。这次我的五粮液终于可以卖掉了吧？我这里还有天尊赐的一坛啤酒，他应该也会要的。哎呦，还真有点担心，这些村民手里货不多呢，没想到这些家伙还挺有料啊！来，排队来，慢慢。灰头土脸的高初武很快就被郑大牛给扶到了一边，耷拉着脑袋坐在一棵大树下。大牛，我好弱呀！咱们两兄弟差不多，你弱，我也弱了。我一直以为自己在高家村里是最能打的，是个很厉害的人，没想到村子外面的女人都这么强。哎呀，这我也没想到呢。知道自己为啥输吗？那女人用的拳法叫做洪拳，起源于周秦，扬名于唐宋，盛行于本朝，分为多种流派。她使用的流派叫做劲洪拳，是山西那边的分支，非常厉害。你这几手乡下把式，给劲洪拳提鞋都不配，打不过人家是理所当然的。何教习，上次你明明答应我教我武艺的，但是这几天你一直在教我站队列、站阵型，都没教我一招半式。委屈啊，委屈就对了，就得有点委屈学东西才快。想打倒那女人吗？想。那就好。洪拳虽然厉害，但劲洪拳却不是最厉害的分支，真正厉害的是咱们陕西关中洪拳。不巧的是，我正好会关中洪拳，你要学吗？我想学。我也想学。那就走吧，咱们把民团拉到郑家村去，躲着这边的人偷偷练洪拳，所有人一起偷偷的变强，然后惊到所有人。挺好，有干劲了，这样才能变强，然后保护别的自家小人了。那边的修路队里那个新来的难民，自称兔大爷的那个。商品的流通对一个地方的促进作用之大，只有现代人才能深切的体会。要想小人国越来越繁华，就离不开商人的帮助。但现阶段陕西群贼乱舞，正经的商人根本不敢入陕，入了陕也只会在西安县城那样的大地方活动，不会跑到高家村这种穷乡僻壤的小地方来，所以只能靠私盐贩子了。天尊说了，如果你愿意经常来高家村进货，高家村可以给你和你的手下们准备一个大宅子，作为你每次来的时候落脚休息之用，可比你们自己风餐露宿扎帐篷要舒服多了。承蒙天尊看得起，既然高家村对我信行的如此大度，我也不能把你们的好心当了驴肝肺，以后就要经常来叨扰了。欢迎至极。当夜，邢红郎还真的留在了高家村，但他的宅子还没有准备好，一行人暂时只能扎营休息。天尊，您平时赠给村民们房子都是说赠就赠，当场显灵，从天上放一个房子下来，为何这次没有当场给邢红郎房子呢？那邢红郎对我还不太了解，若是过早的在他面前显灵，有吓到他的可能，以后他就不会再来高家村了。看到天尊显灵，应该是仰慕的五体投地，以后常常来高家村拜见您才是，怎么可能会吓得不再来了呢？这你就不知道了，人这东西啊，复杂的很呢。二姑，好久不见，你怎么想起来给我打电话了？听你爸说，今年春节你不打算回老家来参加家族聚会了，二姑担心你呀，为啥不回来？我做网络视频推广有点忙，实在没法回老家，在老家一待就十几天，就有点……知道你工作忙，赚大钱了，还给你父母200万买房呢。程旭可是官府的人呢，朝廷九品巡检，有正式编制的武官，
谁敢追着他砍呢？贼军吗？但是这些人穿的都挺不错的，也不太像贼军呢。飞鱼服，锦衣卫，大戏开场了！赶紧拿好小零食围观，还有摄像头得多角度，画面全开，对，镜头再拉近，自动追踪拍摄模式也得打开。观影效果瞬间拉满。哇！点子扎手，这家伙武艺有点厉害呀！是你背的，老子的武艺是战场上一刀一枪打出来的，岂是你们这些在京城里看戏听曲的闷怂可比？哼，你再能打又如何？就凭你一人，还想和整个锦衣卫抗衡不成？我劝你还是放下武器，乖乖跟咱家进城，好好向皇上解释一下你谎报军情的事情，说不定还有一线生机。当我程旭是3岁孩童啊！跟你们进京，老子就死定了，就算没罪也要被屈打成招。哼，你还有脸说无罪？你且告诉大家，前些日子你在澄城县城门上挂的那颗人头究竟是谁的？白水王二的。放屁！你自己看看这封军情急报。那男子将一卷军情急报扔到了程旭面前。白水王二率领3000贼军攻破了宜君县城，放出玉桥后又继续北上，进入了洛川县。王二被老子追出澄城县时已经身受重伤，身边只有100人左右，怎么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又救一天之内连看2起单挑啊！先前那一场新来的难民挑战何教习太没悬念了，一开始就知道何教习必胜，打下来结果也不出意外啊。那难民一招倒，实在是没看过瘾。现在女好汉主动挑战高初武，嗨了嗨了！初武哥上啊！这不敢接招的话，就不是男人了。初武上啊！打不赢媳妇儿可不行。谁是谁媳妇儿了？说话注意着点。这女好汉一看就不好惹。这女人是这个村子的老大。哼，有趣了。我一个女人做私盐贩子老大已经是很稀奇的事儿了，没想到这个村子用个弱女子做老大，什么情况呢？初武哥还在发什么了？不敢打吗？天尊他老人家正在天上看着呢。我从来不打女人。又看不起我是吧？我可不是普通的女人。是啊，一点也不普通。你是天下最美的女人，没有人能和你比。我还以为你是个口无遮拦的汉子，没想到你居然是个花言巧语的登徒子，扮猪吃老虎是吧？很好，今天非得和你打一架不可。你这家伙，过来挨揍！不，我真的不打女人。妈的，高初武，你这作者灌水啊！一小段剧情婆婆妈妈，半天不进入重点。你这样写爱情故事，我这读者还怎么追更啊？操！告诉高初武，男女平等不打女人这个说法就是看不起女人。我站在红狼以及天下所有的女人那边，鄙视他。天尊有令，不打女人这个说法就是看不起女人，鄙视高初武。反正这个人目前不算是自家小人，只能算是野生小人。野生小人那是可以尽情恶搞的。趴地兔这时候正偷学关中红拳，学得激动呢，突然感觉到背后有一股大力涌来。偷学被人抓住了吗？这个是要被打死的。趴地兔紧张万分，嘴里已经准备好求饶了。诶，什么也没有啊。趴地兔警惕地对着背后看了半天，又左看右看，最后还敢偷学？刚才那一下转眼就忘了？哎呦，真是何等粗大的神经啊！行，再给你来一下。李道玄再次伸出手，在兔大爷的背后轻轻一沾。好家伙，背后空空荡荡，什么也没有啊！谁在捉弄你兔大爷？你出来，本大爷让你尝尝绝招天斗端霸剑。这下遇见高人了，只怕是一个来无影去无踪的超级高手啊！惹不起，快溜！想偷看可以，先被我认可为自家小人，
到时候你要学军队格斗术，我都可以找个视频来给你看。对啊，虽然洪拳很棒，是我朝传统武术的瑰宝，但是现代军队格斗术那才是真正的杀人绝技啊！传统和科学两手都要抓，两手都要硬。以前搞不了，但现在有了程序，可以试着搞一搞了。哪位老哥手里有军队格斗术的高清视频？模糊的那种不要啊。我有64级高清哦。别信一楼，那地址是假的，我一看就知道了。妈的，上次就是这个地址，说好是某老师，我下了一天一夜，结果是葫芦兄弟。哎，还是我来做好人吧。点我个人资料，里面有网盘地址，进去就可以下载了。李道玄启禀天尊，在咱们凡间界，做火铳与弄火药是由2种不同的工匠来完成的。小人只是负责打造火铳，并不擅长调配火药，不敢忘记这个差事。万一小人有个什么闪失，恐怕造成爆炸，后果严重啊！哦，什么工匠是做火药的？你将他找来，让他负责即可。朝廷负责制作和管理火药的工匠名叫火药佐，由于民间私藏火器是谋逆大罪，火药管理也极严，因此朝廷将火药座也看得极紧。咱们高家村现在一个也没有。澄城县城里可有？也没有。澄城县偶尔要用到火药，也需要到西安府去调来。哦，是只有西安府的官房里才有火药座，而且这职业被朝廷看得很紧。看来鞭炮暂时还派不上用场，让高家村这帮子不专业又调皮的家伙来管理火药的话，搞不好就在村子中间弄出一个天启大爆炸，到时候自家小人死伤惨重，那还得了。玩模拟城市这类游戏的时候啊，经常就会有些不听话的 NPC 气得玩家脑溢血。我可不希望自己放个大炸弹进去，让调皮小人有给我脑溢血的机会。烟花和鞭炮还是先封印起来吧，等到专业的人才引进之后，再进行这方面的拓展。人才啊，高家村的每一次进步都需要一个相应的人才啊，没有人才就只能固步自封，实在是相当麻烦。高家村外又有访客来了。昨天李道玄回农村老家见亲人时，白夫人和白公子也回了白家堡去与白渊团聚过年。大年30晚一起吃了团圆饭，今天就又由白渊亲自驾车将母子送回高家村来了。白渊谢过天尊之后，带着一大堆天书开开心心地返回白家堡去了。走的时候甚至忘了给老婆孩子打招呼，满脑子都是他的君子6艺之术。很好，我准备的大量教科书慢慢的就会通过白渊这样的人散播出去，开枝散叶，终有一天会结果的。这时候李道玄突然听到西南边的竹林里传来闹哄哄的人声。西南竹林边就是短工村所在的地方，这里有李道玄摆下来的几十幢塑料小房子，沿着竹林边的乱石坝子摆成一片，形成一个独立的小村庄。这是石老四啊，他怎么了？不知道啊，我刚才想过来削根竹子做竹篮子，就发现石老四躺在地上，头上还在流血呢。哎呀，赶紧叫大夫！咱们村哪儿来大夫呀？他娘的，老子被人抢了！今天一大早，我从家里拎着一袋面粉、一块肉，想去堡里找个铁匠师傅送礼，拜个师。对呀，大年初一拎着礼物去拜年，师傅一高兴交上2手，不就变成匠人了吗？那工钱不就蹭蹭蹭的向上飞？嘿嘿，石老四真聪明，我们怎么没想到啊？这没想到刚出屋没多远，就被人一把拖进了竹林，接着就有4、5个凶神恶煞的家伙拿着棍子威胁我，叫我交出手上的面和肉。我不肯，他们就打了我一棍子，拿着东西就跑了。他娘的！啊，又有贼匪来了！不是吧？长城县的匪患好不容易才消停啊！天哪，我再也不想打仗了。李道玄也不禁皱起了眉头，随手打开了监控摄像头的 APP。 地面是好大一个箭头，多大的力量才能将满地的乱石拨开，画出这么大的箭头啊？
我偷看高出武练拳时，被什么东西从背后推倒，那不就是……天尊，我错了，我不该偷学别人的功夫，请饶过小人吧。李道玄早就已经教训过他了，一罪不二罚，便笑着将手抽了回去。帕蒂兔趴在地上等了几秒，见天尊没有降罪，兄弟们，跟本拖爷来，有天尊指路，咱们定要将石老四的东西夺回来。天尊保佑！天尊保佑！天尊保佑！喂，哪来的蠢贼？赶到我们短工村的人，还抢我们的东西，吃不打也一剑！天兔断霸剑！哎呦！帕蒂兔从地上爬起来，才发现短工们已经将那5个贼打翻在地，控制住了。这下糗大了，要被短工们看不起了。兔爷，这几个蠢贼已经制服，东西也抢回来了，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办呀？还是叫我兔爷呀？你们几个饿了没东西吃，所以就来抢咱们的。江湖好汉劫富济贫那是正常的，但是你们劫贫就不对了吧？你们看，这位兄弟也是个穷人，他身上衣服多破，手里就这么一点粮，是要用来拜师学艺的拜师礼。你们怎么忍心劫他的东西啊？真要劫，杀进京城，去见皇帝老儿啊！那我就当你们是5条好汉，敬你们3分。你这么厉害，怎么不去接皇帝老儿啊？就知道叫我们去。好吧，我本来是打算跟着王二大哥打遍天下，最后把皇帝老儿给劫了的。邢红郎一行人离开高家村之后，没用多久就来到了平阳府。平阳府繁华，商旅极多，虽然比不上西安府，但也是个出货的极佳之所在。没用多长时间，货物卖了个干净，身上又揣满了金银铜钱。哎呀，从高家村进来的好货又卖完了，又要去进货了呀。邢红郎打算返回高家村来，渡过黄河回到陕西境内。走到某个小村子里时，突然就见到前方的山道上有几个老百姓狼狈不堪地奔逃过来。快跑！贼来了，好多贼呀！快跑啊！这下好了，成了显眼包了。一个女人，身后的人穿的也都不算太差，一看就是有点财物那种人。兄弟们，上！这一票肯定能赚个大的。干你娘的，敢来抢老娘！老娘走南闯北多年了，还是第一次碰到二话不说照面就开抢的。现在的绿林可没几个好汉了，全他娘的是一群没规矩的土匪！兄弟们，给老娘上！上！双方乒乒乓乓战至一处，私盐贩子的战斗力占住了上风，没用多长时间便将叛军打了个灰头土脸，狼狈而逃。切，一群垃圾！受伤了？什么时候受的？高家村的人口又扩展了不少。当初李道玄答应给梁世贤粮食救灾时，高家村摆一个施粥点，于是大量的难民们在县城里传消息，高家村的李老爷家施粥比县城施的还多呢。打！哈！立！哈！这兵练得不错，嘿嘿，比老子以前那100个怂兵要精神多了。以前那群怂兵，一叫他们训练就开始摆烂，说什么没领到军饷，没有钱吃饭，没力气训练。如今高家村这个民团，个个都吃得好，工钱高，命令一到，个个精神抖擞的。训练的时候半点不带偷懒，带着一群这样的手下，老子再碰上布詹尼和左褂子的话，嘿嘿，根本不考虑太奶奶的事，正面给他们突穿。何教习，我是来入伙的。入伙？哼，用错词了，你可以滚了。我错了，何教习，给个机会，我是真心诚意的想加入民团的。切，又来玩天兔霸断剑。不对，你说错了，是天兔断霸剑。再不滚，
我揍到你3天起不了床。别，我这次来是很有诚意的。你看我背后这些短工们，他们都是短工村里最老实最可靠的短工，他们是来给我做担保的。何教习，兔爷虽然有点但是他真是个好人。师傅，你就收下我吧，我是真心诚意想要学武艺，要打出个名堂来啊。罢了，起来吧，站到队伍最后面去，跟着大伙一起练。多谢师傅，我入伙了，我终于入伙了，哈哈哈哈！我入伙了。叫我教习，不要叫师傅，也不要说入伙，那是哪里学来的？李道玄的思绪飞到了娱乐产业上，而箱子里的比武也马上开始了。邢红狼的右手不着痕迹地向下垂，微微背到了背后，只将一只左手平举到了身前。洪拳里有这样的起手式吗？何教习没教我呀，莫非是他的劲洪拳和我学的关中洪拳差异很大？关中洪拳里没有这一招？来了！等着憨憨出手来封我的拳头，就用一套连环拳快速的将他击倒。邢红狼一拳过来，高处武不再像上次那样去打，而是身子一旋躲开了，同时还反击了一拳回去。洪拳，这憨憨的动作虽然还不太标准，但确实是洪拳无疑啊！不好，我只靠左手单手打不过他了。战斗中最忌讳胡思乱想，一乱想反应就慢了。高处武忽的一拳打向邢红狼的肩膀，匆忙之中，邢红狼竖起来左手小臂一打。我输了。哇哦，高处武赢了！赢了！高处武打赢媳妇了！不算，你们这不算啊！老大，住嘴！别说多余的废话。我赢了，我可以把巧克力送给你了，这次不能付我钱了啊！气氛不对啊，这不像是上一次那种欢乐的打完一场架之后的反应。私盐贩子们个个神情古怪，这场比武肯定有问题。这一场比武不算啊！何教习，为啥不算呢？挺不错的，好几厘米厚的厚玻璃，结实又稳妥。这玻璃虽厚，却晶莹剔透的，看起来就像是不存在一样。这要是拿来做商场的玻璃门，上面要是不贴个小心玻璃的警示，肯定得有人撞上去。帅哥，买鱼缸啊，你可找对了地方啊！我的鱼缸是这市场里档次最高的。确实，我也挺满意的。那你要哪一个？啥？你说什么？没底儿的鱼缸？那不就是四方玻璃围成一个圈吗？怎么装水？没水你怎么养鱼？你戏弄我是吧？没底的鱼缸没有，这生意我做不了。我诚心买，要20个，加急弄出来，我给你加钱10%。那简单，我把玻璃胶烧融，就能把鱼缸的底取掉了，现场给你改造，保准每一个鱼缸都没底儿。鱼缸根本不销底的，您啊是懂养鱼的，养鱼就得您这样的内行才能养得好。真是个傻逼。没用多长时间，20个大大小小的无底鱼缸交货了。李道玄再加一笔送货上门费，老板便化身货拉拉，帮他把20个鱼缸都搬上了楼。帅哥，过几天如果你家的鱼死光了，需要重新买鱼和鱼缸时，请到我这里来。嘿。李道玄回到家，先到箱子边瞥了一眼高家村。李道玄点了一下箱子外面的郑家村。李道玄比划了一下郑家村外的农田布局，然后选了一个大小刚刚好的无底鱼缸，轻轻地扣在了其中一个板块上，稍微往下压一压，让玻璃插入地底一小节。太阳一到，公交太阳车就可以启动了。2个新上任的公交车司机各就各位，郑家村的20余名村民轮流上了车，开始向着村子出发。河阳县一旦开始闹贼，贼子随时可能冲进郑家村，
那我们的庄稼就……哎呀，好不容易天尊请来了龙王爷，让郑家村焕发了生机。大伙从去年秋天播种开始，小心地伺候着麦田，靠着天尊赐下的鲜肥，今年的小麦长势喜人。待到收获时节，大伙怕是要创出前所未有的丰收来。河阳县闹什么贼呀？真是的。2个新上任的司机实在太谨慎了，车子开得很慢，6里水泥路开了大半炷香的时间才到。村民们急不可耐地跳下车子。郑大牛的爹第一个跑到了自家的田地边，正打算往田地里走，突然天空中响起啪的一声巨响，似乎有人在天空中拍了一下手掌。小心！20几个村民都不识字，看到天空中的大指，不知是何意，但他们知道，天尊既然给了指示，那一定是有缘由的。天尊下了法旨，但不知道是什么法旨，大伙儿照着发亮点，小心点周边，莫不是河阳县的贼要来了？有点不对劲儿了，我的田地看起来怎么有点歪？没错，田埂的边缘似乎断了。村民们虽然没什么文化，见识不广，但是水面会折光这种最基本的生活常识还是知道的。哇，大家发现了没有？有一道透明的墙挡在田地的前面。这透明墙是怎么回事啊？为什么要挡？高三娃逃课，那叫小孩子不懂事。天尊笑过之后，也会让高三娘赏他一顿竹笋炒肉丝。用天尊的话说，那叫做给他一个完整的童年。而咱们民团可不是小孩子玩耍的地方，在这里绝不允许抱着玩耍的心态，尤其是我讲的课，比何教习教的还要重要。你若是不好好听，触犯其中任何一条，那就是军法处置，绝不姑息。犯个小错怎么可能引来天尊亲自来降罪？这未免有点太夸张了吧？天尊老人家那是天上的神仙，管的事情何其之多，犯得着盯我这一只小小的兔子吗？圣女肯定是吓我的。就知道这货没当回事。这个不行啊，手上掌握着力量的人就必须有更好的品性，否则屠龙少年又成恶龙。帕蒂兔，你已经惹得天尊生气了，准备接受惩罚吧。刚刚还板着一张脸训人，现在却笑得这么开心，肯定是唬人的。哼，我才不相信你呢。就在这时候，一股大力突然从背后推了过来，帕蒂兔被那大力推得向前一扑，扑通一声摔了个狗啃屎。天尊说你这不是第一次挨揍了，这种挨揍法整个高家村就你一个人享受过，可以说是独一份的恩宠。这种挨揍法整个高家村就你一个人享受过，可以说是独一份的恩宠。天尊饶命啊，我错了，我错了。你知道自己错在哪儿了吗？知道了，我要好好听圣女的课，好好听课。好了，起来吧，所有人跟着我念，一切行动听指挥。天尊保佑，一切行动听指挥。不拿老百姓一针一线。天，我叫随风雄，我和你们一样是穷苦老百姓，所以我不杀你们，给你们一个能活下去的机会。啊？还以为死定了，这随风雄居然要给活下去的机会。加入我，和我一起抢个痛快。不过嘛，我饿了的时候会找你们要粮食，别这样瞪着我，我也是为你们好。下一次你们攻占了某个村子，就对新来的人说同样的话，找他们要粮食来给你们吃便是。这样一来，岂不是大家都能活下去了？哦，说白了就是一层一层的向上供养嘛。入伙越早，供养自己的人越多；入伙越晚，要供养的人就越多。仔细想想，那当然是赶紧入伙啊！大王英明，大王英明，大王英明！哎，别叫我大王，叫我熊队长。我上面还有位老大，名叫翻山岳，大家见到他的时候叫他岳大王，记住了吗？啊，原来你也要向上供养啊！明白了，
明白了，全明白了。随风雄大手一挥，收下了永宁庄100多个村民，成为了他的新手下。部下的数量膨胀到了2200多人。嘿嘿嘿嘿，真是爽歪歪呀！啊，大哥、三弟，我在永宁庄又收了100多个手下，你们的收获如何？我这里有1000多人了。有1000多人了，三弟为啥还不高兴啊？我被人给砍了。数日前我还只有300个手下时，我这老脸都要丢尽了，闹一次贼就来李家借一次兵器，说出去，我这县令这面子往哪儿搁呀？但是贼人随时可能打过来，面子这玩意儿还有个屁用？该扔就得扔，扔地上还得踩上2脚。如果有必要的话，踩完了再捡起来舔也是可以的嘛。既然是梁大人所请，那我们李家当然不会吝啬。上次那500张弓便再借给梁大人便是。李家果然是良善人家。另一边，新来的巡检方无上眼光却在不停地到处巡视，眼前这个巨大的家宝让他颇为震撼。本来还想在高家村吃大户，等着贼军来呢，但这个大户大到这个地步，可不敢吃啊！万一得罪了人，被人家后台参上一本，吃大户吃掉了脑袋，可不划算啊！三管事，河阳县闹贼的事情，你们可有听说？听说了。河阳县离我们这里太近了，让人心中着实不安呢。我们已经在组织民团相拥，准备与贼子一战了。方无上其实已经看到高家村的民团了，100多个青壮汉子正坐在远处的空地上听一个少女说话。那少女穿的端庄，表情也严肃。哼，民团居然让女人带，不好好操练，却让一个女人在那里训话，这样带出来的兵能用吗？尽是瞎搞。就在此时，高一叶把思想政治课上完了，抬步离开，返回主堡这边来。他刚刚一走，民团就松懈了下来。新任巡检方无上率着程旭留给他的100多个士兵，开始在澄城县与河阳县沿线的村落里巡逻了。我也不知道贼军从什么地方杀过来，看来只能一边派出斥候到处侦查，一边收买山中猎户，让他们帮忙传消息，同时再派人到沿线各个村庄收集信息了。可贼军从什么地方杀过来呢？梁大人，你比我先来了好几个月，可否告知贼军最有可能从哪里入澄城县？这个，我得好好想想。学富五车的梁世贤立即在脑海中开启了战略分析模式。澄城县、河阳县的地形图，贼军有可能的行军路线，一路上的村庄分布，全都在脑海中翻飞旋转。泉沟村是澄城县城与河阳县城正中间的村落，2点之间直线最近，此村肯定是贼军必经之地。于是方无上就驻扎在了泉沟村，吃着泉沟村的大户，还带着好几个乡绅组织的民团，军民一心，等着抵御贼军。南北纵贯的山脉，像中学课桌上用文具摆成的38线，将澄城县和河阳县分割成了2半。郑家村就在这条38线上。2位私盐贩子带着高家村民团的2个菜鸟，正坐在38线旁边的山坡上，眺望着东坡那一片缺乏生气的树林。你们平时吃的不错嘛，都不怕冷？承蒙天尊保佑，我们吃的还行。这加入民团之后，河阳贼来了！老张这一喊，普通村民顿时吓得屁滚尿流，尤其是那些刚来高家村不久的短工。虽然快被锦衣卫杀死时，天尊好像是出手了，但当时泥石飞滚，还真不知道自己是如何获救的。可不管怎么样，我都得出来带兵啊！贼来了，离这里多远？大约多少人？
贼军正在从东坡往上爬，离郑家村还有4、5里山路，人数还不清楚。我提前一步前来报告，让村子里有个准备。4、5里上坡够得爬。到了郑家村，要到高家村还有6里水泥路，贼军要来还早呢，至少有1个时辰准备时间。民团着装，然后在村口集合，等我下一步命令。公交太阳车速来，载我去郑家村。何教习，等等我，我也和你一起去看看贼军。这是高家宝的事儿啊。哈哈哈，我的手下说看到二蠢了，我这胳膊上的伤就是拜二蠢所赐。都上车，随我一起去。遵命，老大。老大，情况如何了？老大，你看，8000人，8000人，太多了。怎么会这么多的？几个月前白水王二造反才几百个人，到了无上明王跑出来闹时也才1000多人，这才过了不到半年，贼军就动不动几千，简直是莫名其妙啊。前几日我碰到二蠢，他才300人，被我带着兄弟们一冲就打散了，怎么一转眼又这么多了？看来翻山越河随风派与他合流了。这才哪儿到哪儿啊，随着局面不断失控，几万几10万都会冒出来呢。到最后李自成甚至用8000贼军一起爬山的画面，还真是有点喜感啊，就像一大群小蚂蚁在攀爬盆栽里的假山。不过贼军虽然有8000之众，但能战的青壮不到一半，也就是最前面的3、4千人有点战力，后面的一半啊全是老弱妇孺。这大约是明末农民战争的一大特色了。贼军虽众，但并不能完全称之为军，他们走到哪里就将哪里的老百姓全部裹挟着一起走。这些被裹挟的老百姓中，老弱妇孺占的比重还相当的大。打起仗来时，他们也派不上用场，他们还要消耗大量的粮食，这就成了贼军的负担了，也就导致了贼军听起来很牛，动不动几万几10万，但战力低下，就算拼命的抢啊，那还是吃不饱穿不暖。为了维持这庞大的军队呢，他们就只能不断的流窜，不断的抢，不是生产，一味的破坏。大家不要怕，贼军虽众，大部分都是乌合之众，我们只需要打败前面的贼军，后面的自溃。所有人都去找大石头，全部搬到山崖边来。哼，你刚才不是这样说的呀？你明明都打算撤退了，怎么突然就来劲儿了？到底是什么东西给了你自信啊？哦，对了，是这个看起来蠢蠢的憨货说了一句天尊会帮忙否，这个何教习就瞬间打了鸡血似的，真是古怪啊。民团100多人各自散开，寻找趁手的大石头去了。要不我还是带着自己人先退吧。但是这时候若是退，未免有些漏气，不讲江湖道义啊。一大群人赶紧爬起来，各自挑选适合自己力气的滚木。大伙忍住，先不要急着扔滚木吸食，现在贼军才上了一半，等他们后面一半也上了坡再砸。何教习，还是早点砸吧，上一半已经足够了。你这想法不合兵法呀。唉，不合兵法，但是合人道。贼军的后面一半，那可全都是……对呀，贼军只有前面一半是可战之兵，后面一半全是老弱妇孺啊。哎呀，瞧我这个脑子，竟然考虑怎么打能给敌军最大的伤害，却没想过这种事儿。我们混绿林的好汉，挥刀指向强者，绝不向弱者。嘿，老子可是混军队的，我学的可是慈步掌兵啊。不过贼军后半的老弱妇孺，里面应该有许多太奶奶一样的人吧？这一坡翻过去就是澄城县了。是的，翻过去就是澄城县的郑家村，然后穿过高家村、王家村，一路走过去就能到澄城县城。很好，狗日的邢红狼，看上老子就跑去澄城县，现在老子来澄城了，把他抓个活的，让他知道老子厉害。砸了，不用贼军后半上山了，
好嘞，终于可以砸了，哈哈哈哈！我操！是民团，撤到山坡下面去，快撤！顶住了！我们这100多人居然真的把贼军没走，你们看，那几个猎贼在山脚下重新整顿乱军了。情况不妙，他们还没有放弃。对啊，他们看到了我们的穿着打扮，知道了我们不是官兵，所以虽然吃了亏，但还是不怕我们。贼军碰上官兵的时候就像惊弓之鸟，一瞻即逃，但是贼军却从来都不怕民团。这个道理就像那啥，古惑仔碰上警察叔叔就逃跑的贼快，但是碰上另一伙古惑仔，那就拿出西瓜刀拼个你死我活，死也要咬你一口肉下来。江湖格调直接拉满，这就是正统与非正统受到的区别对待了。这伙恶棍还敢来，我就砸他们个稀巴烂！哪有这么容易？贼子吃了一次滚木雷石的亏，就不会再傻乎乎的当着我们的面往上爬了。他们一定会想别的办法。会想什么办法呢？我猜测他们会正面吸引我们的注意力，另外派出数百人从山沟小道绕到山上来。不行，我需尽快要了解周围的地形。大牛，这郑家村是你老家吧？是啊。嘿嘿，来，拿根树枝，把周围的地形画在地上让我看看。啊？地形？是山呀。好多树，好多山。我是让你把方圆几里内哪里有山，哪里有树，哪里有沟都画出来。谁会去记这个？你他喵的！哎呦，老天爷呀！怎么会有高出武、郑大牛、趴地兔这样的手下呢？我究竟上辈子造了什么孽呀？啊！天尊，好似皮肤的触感。天尊那看不见的巨手就在面前。嘿嘿，天尊的意思我懂了。程旭猛地向前一跳，感觉老大，你的胳膊还有伤。二成的胳膊就没伤吗？这谁也别过来妨碍老娘报仇！杀！咸红狼，今天不是你死就是我亡！半点江湖规矩都没有的猎贼，绿林好汉的名头就是坏在你们这群蠢货的头上！哈！转眼之间，两人就拼出了真火，两把腰刀上下翻飞，看得火花直冒。旁边的私盐贩子想来帮忙，又不敢违背邢红狼的命令，只好转过头去，继续抱起滚木雷石，对着山沟里的贼军乱砸。邢红狼那边的喊杀声很快就传到了程旭这边。我要去帮他，不行，我要服从指挥。程旭感觉到了高出武的焦躁，眉头微挑，看了一眼山下的翻山越。果然呢，翻山越开始行动了，大群贼兵开始分散登山。高出武，我给你1炷香的时间，你跑过去帮邢红狼，帮完立即回来，不准在那里耽搁，做得到吗？啊？一炷香是多久啊？你和郑大牛拌嘴50句的时间，快去！哦，拌嘴50句，那还不简单吗？我假装和大牛拌嘴，就能算准时间了。大牛，你好笨呐，这个都不懂。你才是笨蛋呢，我可是很聪明的。这就是拌嘴1句的时间了。高出武在说完这2句话的同时，已经迈开大步跑出了数丈远。大牛，你搞错了，这边这个经过才是对的，我这个明明是对的，你那个才是错的。不。高出武没有回答邢红狼的问题，因为他不敢打断自己的拌嘴节奏，一旦打断了，那就数不清拌了几句嘴了，只好转过头冲到了山沟口。出武，你把速度放慢一点。悍匪们抬头一看，斜坡上站了个比熊还要威猛的男子。这家伙武艺稀松，倒是蛮力惊人，高的下盘，2当家护不住下盘。一名悍匪冲上坡来，一刀斩向高出武的小腿，
高处有点应付不来，眼看就要被砍中。猩红狼人影一闪，左手挥刀架住了悍匪的袖刀。你是笨蛋吗？有枪不用，拿个拳头在这里打什么？对呀，我有一把长枪呢，这背在背上居然给忘了。大牛接住，我要扔酒坛子过来了。这家伙也没什么枪法可言，但是架不住他势大力沉，这一扫之威吓得悍匪们连连后退。后面的人继续向上冲，高处武手里铁枪左挥右挥横扫，那可怕的力量挥起长枪，方圆数米之内没人站得住。贼人冲不上这个斜坡，那就成了山沟崖上撕牙贩子们的靶子。两边的滚木砸下，山沟里惨叫连天，士气崩了。撤！又赢了！很好，报仇雪恨了，这仗没白打。楚虎，你的脑瓜子像猪一样笨，50句拌嘴完了，得回去了。高处武说完转身就跑，唰的一下不见了。老娘下次见到这家伙，非揍他一顿不可。程旭这一边正在对着山坡下丢滚木头玩。翻山越还是有点脑子的，他这一次并没有让大队上山，而是只让几百个悍匪跑几步就躲在石头后面，像在躲猫猫一样向着山上缓缓推进。这种推进法虽然很慢，参与进攻的人也很少，但是这一下太过突然，那悍匪完全没受力，脑瓜子哪里经得起这样一撞，瞬间头破血流，仰天就倒。快停下，别对着麦田冲了！这是怎么回事？这什么鬼东西啊？看得见摸不着的麦田呢！嗨，贼子，安敢犯我程城！方无上看到贼人之后，一拍马屁股就先冲了过来，把部下们甩在后方极远处。方无上一个人面对200悍匪，居然也不带怕的。驾！啊！世上居然有如此勇猛的巡检！切！你以为人人都是上任巡检程序那种软柿子吗？那种见了贼就逃的武官才是异类吧？我觉得程序人挺好的，那叫做进退有度，知己知彼。他先后大败王二、不沾泥、左褂子，整个程城还有谁能比他厉害？哎呀，吹的吧！不知道天尊的事之前，我也以为是程序干的。现在想来啊，那3个人肯定都是天尊施法打败的。程序那货肯定就如江湖传言一样，就是个软柿子。说不过，还是赶紧转移话题吧。看，方无上那家伙！方无上跃马横枪，冲向悍匪们。悍匪们就像古惑仔见了警察，转身就往山坡边躲，然后直接去阎王爷那里报道了。他只是区区一个巡检，居然如此厉害！这家伙比我见过的任何绿林好汉都要凶猛啊！呵呵，不过寻常而耳。给我一匹马一柄枪，我可不比他弱。没身份没背景，靠自己爬起来的小人物，谁没点真本领在身？你也……上面是郑家村的民团嘛？郑家村出了郑延夫这样的好汉，杀官造反，你们不跟着学，却帮着官府欺负咱们这些造反起事的乡亲，你们都是官府的鹰犬走狗，你们不配为人。郑延夫是个……王二大哥一心想保住郑彦夫的名声，我们还是尊重一下王二大哥吧，别把郑彦夫的事说出去了。我才不管，我就要把郑义夫的事说出去。亏我小时候还当他是朋友，他居然夜袭高家村，想把我们全杀了，你们跟着他去！通通住嘴！你们这样一骂，就暴露我方人数了。本来他们在山下根本搞不清我们有多少人。对啊，这事儿连我都没有想到，或者说完全没向着那个方向想。程序大约是经常带着100多个士兵到处镇压贼匪，所以对于这一方面的事情特别有经验吧。这个民团确实不太有规矩，要想变得像正规军一样，还早得很，还够程序慢慢教的。400人，贼军不敢派出太多人，因为太多人离开主队的话，肯定会被山顶上的民团识破。他们只分出400人，就可以让山顶上的民团以为他们人数没有减少，还全部都在正面堆着玩骂战呢。程序还是有点水平的，
看了地形之后，立即就预判了贼军的行动。这种有水平的武将，为啥只是一个区区的九品巡查呢？不是应该给他更大的发展空间吗？为什么反而要派锦衣卫杀他呢？唉，明廷啊明廷。新上任的巡检方无上正站在高处，眺望着河阳县的方向。梁县令说：方无上怒不可遏，真想冲下坡去和翻山月打一架，但翻山月却已经萌生退意了。山上要是民团还能冲，换成官兵得赶紧撤退。大当家，大当家，大事不好了！二当家和三当家中了邢红狼的伏击，死了，他们都死了。三弟，三弟，撤退！追！追不得，追不得呀！刚才抱着不让我冲下坡去，还有理可说。现在贼军都退了，你还拦着我，是何用意？这坡一下去，就是河阳县的地界了。我是城长巡检，不是河阳巡检。如果带兵走进河阳县的地盘，朝中有人帮忙说话，那就是勇猛杀敌。冲过了界还不自知，是大功。可中将，朝中若是有人要坑我，那就是擅离辖地，带兵过界，欲行不轨之事，有谋反嫌疑，是大罪，要砍头。我方无上不怕贼人，但却怕文官的笔呀。罢了，不追了。我的天哪，这新来的头是个莽夫啊！相比起来，还是上一任的头程旭要机灵些，哪需要自己劝的呀？自己这一套全都是他教的。程将军呐，不知你在天之灵现在可好？我去！清理战场。身为军人，看着贼人近在咫尺，却因为这里是两县边境，不能追击，简直烦得一匹。士兵们忙碌起来，砍下贼人的耳朵，拿回去报功，再把他们的尸体。今日杀了那二蠢，报了上次的仇，实在是一件大喜事。去拿一坛五粮液来，咱们今晚庆功。邢红狼让手下拿了一坛作为商品的五粮液过来，几十个私盐贩子分了喝，结果这一喝，一行人全部倒了，一个能站着的都没剩下。现代酒对于他们来说度数太高，比蒙汗药还好用。还这怎么都喝醉了呀？这时候春寒料峭的，很容易生病的。程旭一个人坐在高高的角楼上，掀开了蒙面巾，拿了一小坛酒独酌。程旭大约还是有点留恋自己朝廷正规九品武官的身份吧。一夜啊，天尊，去找32，我有点事情和他聊。高一夜赶紧跑下望楼，到了32居住的地方。不知天尊有何吩咐？李道玄这才拿起一页纸放了下去。这纸上面绘着一幅古怪的图画，似乎是画的一个武将，只是不知道他是谁呀。李道玄也不解释，又放下第2页、第3页。杨家将的故事，纯图画的。明天天亮之后，你把雕版匠人找来，让他雕版印制这个东西。天尊叫你明天让雕版匠印制这个东西。天尊要通过这种全图画的书册来给不识字的人讲故事。对，很多人年龄太大，现在让他们去听王先生教课已不可能，但他们也需要知识，需要受教育，而这种全是图画的书就可以寓教于乐，将必要的知识传输给他们。天尊说，老朱、老张啊，谁他娘的醒着，给老娘拿杯水来。哎呀，这没人呢。高家村的村民们就和以往一样，开始了勤劳的工作。哎呀，挺好一地方，人口也不少了，
却是一个做生意的都没有，简直离谱啊！邢姑娘也感觉不对吗？邢姑娘是见过世面的人，尤其是走南闯北，到处经商，对于商这一道，那肯定是了如指掌。那以邢姑娘之见，我们这高家村已经具备了摆一个市场的条件了吗？这不是废话吗？高家村现在人口肯定是已经超过1000了，这已经不能称之为村，应该称之为镇了。你见过哪个镇子里没有人做生意啊？确实如此，一个镇子里没人做生意，感觉是有点怪怪的。所以我也正考虑这件事儿，不知要如何将高家村的商业给振兴振兴。这个我倒是知道为什么。愿闻其详。你们这村子给村民发工钱的时候发的太齐全了，发粮发盐发油又发糖，什么都发了，他们还做什么生意啊？自己吃自己那份就完事儿了，甚至还能把多的吃不完的拿出来卖给我呢。那是以前高家村人口少的时候，因为没有。对呀，全天下铺满水泥路势在必行，但那是一个巨大的工程，需要用到的水泥完全是天文数字，不可能都由我来提供给小人们。现在第2条水泥路已经建成了，在建这条路的过程中，工人们也积累了许多使用水泥的经验。那我也差不多可以把最古早的水泥配方交给村民们了。李道玄打开电脑，登上常去的历史军事论坛，匿名发帖：兄弟们，谁有最古早的水泥配方能不能给我一份？我呢在写穿越历史小说，想教古人造水泥。穿越历史小说，请重点描写泡古代妹子，别去搞科技，早就看腻了。一龙，你别放屁啊！千万别写谈恋爱，连女角色都不要有，全男配，硬科技才好看呢。我看看1楼贱女腿软，2楼恐女症，都别理。按读者的要求写书，只有死路一条；按自己的节奏写才有前途。古早水泥配方如下。这一大堆专业资料还挺详细的。把资料拷贝过来，直接往高一叶的面前一放。看不太懂，头晕。哎呀，这我也不太懂头晕。天尊，您这个是？把他们交给泥水匠，让他们按照纸上所写研究调配水泥，如若成功，给予他们重赏。这是铺路用的灰色鲜泥的制作方法。哇！圣女大人，赶紧来帮忙把这张纸卷起来。为啥？这可是鲜泥调制方法，也就是仙方若是拿出去卖钱，开价几万两黄金都会有人要抢的，岂能随便让人看到能卖几万两？马天正出发了，向着高家村前进。我本来就是游方道士，云游天下已经成了习惯，走30余里路根本不算什么。我要用自己的双眼来确定，是否真的有一个叫做道玄天尊的神仙会显灵。应该不会有吧。师父给我讲的那些什么元始天尊、太上老君，我从小听他们的故事长大，听得耳朵都起茧子了，但也没有见过他们显灵这个不知道从哪儿钻出来的，典籍上都没记载的天尊，就更加不可能会显灵了。对，一定不会有的，一定是骗我的。这灰色的古怪道路与官道并列在一起，也不知通向何处。马天正快步抢上前去，踩在了那灰色的怪路上。什么人能有力量将这整块的大石头切成这样平滑，还用来铺路？这莫非就是所谓的鬼斧神工吗？马天正抬头向前看，只见前方的怪路上驶来了一辆巨大无比的怪车。哟，这车长达3丈，造型古怪，
没有牛马啦，也不知道他是怎么动得起来的。种地嘞和稀饭，拍瓦嘞筑草房，织布嘞磨衣裳。这歌不对，这是天尊来之前。车子动了，真的动了。太阳照得越大，他就跑得越快吗？不，骗我的，这一定是骗我的。拉上，拉上！马天正这典型的瞎指挥，但是新手司机在学开车时，经常被郑大牛这样猛吼一声拉上，居然形成了条件反射。一听到拉上2个字，也不管是谁吼的，赶紧就把帘子唰的一下拉上了，车子的动力马上就开始减弱，纯靠着惯性滑行，然后停了下来。喂，搞什么？这道士突然大吼拉上，我还以为是大牛喊的，就真的拉了。真的呀，拉上帘子，就不能动了，真的是这样啊。外面来的人就是没见识。司机又拉开了遮阳帘，车子再度启动，沿着水泥路向前。没过多久，王家村到了，村民们跳下车去，准备干活了。我们1个时辰后来接你们。好的，1个时辰够了。车子在一个圆形的大水泥平台上旋转，掉头，马天正还傻乎乎的在车上不下去。道长，你不下车？你们这个村子是怎么回事啊？为何绿意盈然呢？那是因为天尊请来了龙王爷，给村子降雨了。龙王爷？刚刚的卯日星官还没缓过神呢，这又来一个龙王爷吗？不，骗我的，他们一定是骗我的。圣女大人说了，龙王爷其实不太愿意来咱们这里降雨。马天正的脑子还没转过来呢，李道玄又拿起一个手办伸进箱子，唰的一下划过。紧接着李道玄又拿起一个手办伸进箱子，唰的一下划过。天上发生了什么呀？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？各路神仙和各种奇怪的妖怪在天上乱飞呀！神仙打架，凡人遭殃，搞不好他们打来打去就会降落到地上来，此村周围必定生灵涂炭。大家快逃啊！天上的神仙妖怪打架了，大家快逃啊！高家村民们正在各干各的活呢，听到马天正这么一吼，所有人都转过头来，用古怪的眼神瞥了他一眼，然后无视。天上有天尊呢，60-70丈高空中飘着那朵代表天尊的标志性海云，哪有什么神仙妖怪打架？净瞎说！为什么没有人害怕的呀？你们不怕死吗？瞧他那慌得一匹的样子。李道玄趁着村民们低下头去，又拿起一个雕塑师们为他做的1厘米大小的道玄天尊像伸进箱子里，飞快地向着村外的小山谷里一滑而过。有一位仙人飞过去了。马天正拔腿就往仙人飞去的方向追，很快他就来到了山谷之中。突然一只巨大的手办落到了他的面前，马天正吓得魂不附体，突然想起自己是个道士，唰的一下拔出了背上3尺清风剑。太上老君。刚才有妖魔下界为祸人间，天兵天将奉命捉拿，一个大侠妖怪落到此地，险些要了我的性命，幸亏是你出手救了我。我何德何能救得了你？真正救你的是道玄天尊。多谢道玄天尊救命之恩。你是何人？从何而来？所谓何事？贫道乃是全真龙门派王长月王真人座下弟子马天正，游方天下，只为寻仙正道。游方道士啊，那你走的路很多，见识也很多。
不敢不敢，贫道已游历天下20余载，走南闯北，这见识多少是有一点的，但不敢妄自尊大。挺好。天尊说你这样的人是有用的。天尊说话了？天尊在何处啊？贫道怎么没有听到啊？天尊只有我能看到。他骗我，他一定是在骗我。这套说辞不知道多少道友用过。李道玄看到他眼神有一丁点不对，就直接把玻璃杯给盖了下去，根本不给他思考的时间。不是，我仅仅只是怀疑了一下呀，在脑子里转了一下念头，就又被罩住了。这罩住我的东西究竟是什么呀？高一也伸出手，又在玻璃墙上轻轻敲了敲，就像敲门似的。于是四面玻璃墙唰的一下又升起来，飞上了天空。圣女啊，刚才究竟是？天尊说你这个道士很有问题。这是典型的囫囵话，随便用在什么地方。如李道玄预料的一样，河阳县闹贼，邢红郎就不能向东回山西做生意了，他只好向西去西安府做生意。高初武将他送到了村口。最近都没能好好的八卦高初武的爱情，真是郁闷呢。算了，反正邢红郎今后长期会以高家村为行动中心了，出去转一圈就会回来，这爱情故事还有的看。马天正道长天天在村子里晃荡，他也不找工作，就每天领救济粮，然后就在村子里左看看右看看，重点看的就是各种神物。李道玄见到了马天正，拉住了一位高家村的老村民，原班人马42人之一高腊八，拿手好戏是做陶罐，兼职城头巡逻哨兵，经常拿着一把弓在城头上旋转。当初趴地兔第一次来到高家村，就是高腊八招呼的。高腊八可是一个如假包换的社牛，今天没有轮到他上班，而是在家里躺着休息，结果就被马天正给缠上了。施主啊，你们以前是怎么食用仙界神米的呀？如此巨米，你们也没办法整颗直接煮吧？当然是凿子敲啊，敲下来一块就放在水里煮成粥。哎呦，这真是暴殄天物啊！如此神物怎能就这样草率使用啊？啊，那你说要怎么弄？贫道于南方游历之时，有幸得了一种处理大米的办法。南方人会将大米浸泡、蒸煮和压条，最后制成一种叫做米粉的食物。此法用在……我也是喜欢画册的，不过只喜欢那些精美绝伦、可称为艺术的画册。这32举在手里的，这是什么鬼啊？这印刷质量可称低劣，也没上色，全是黑白画，画面也缺乏优美感，一看就不是大师名作，简直就是小儿涂鸦的水准呢。这也拿出来卖？这画册是在讲故事呢。是啊，每一页画面都是连续的，我一眼就看懂了。哎，旁边有3个字，我猜得到，那是写的杨六郎吧？是的，杨六郎。嘿嘿嘿，没想到我也有识字的一天。我一看这幅画就知道这3个字是杨六郎了。我听过这场戏，这是画的杨六郎的故事。这个书稀奇，哎，这书真有意思啊！哎，我要买一册，我要买回去慢慢看。怎么是村长啊？村长可是老文盲，一辈子跟书不搭边，现在出手财大气粗啊！老村长带了个好头，一群高家村老村民们齐掏腰包，小画册转眼卖了几十本。正经的书，这些家伙不买；低劣的画册，你们却拼命乱买。王先生，不来一册吗？不要不要，我只要精美画册，才不要这种乱印的黑白画。王先生还没发现吗？那些精美画册没有情节，而我手里这一套小人书却是有情节的哦，一直都在讲故事。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，
画面质量并没有故事精彩重要。这也许是让一个没读过书的人也能学到点东西。李道玄看了趴地兔这一轮戏，倒是想起来了一件事。李道玄在历史军事论坛求来的10几个 G 的军队格斗术视频早已经下载好了，但还没有找到一个合适的机会教给小人们。程旭最近这些天一直在教民团各种行军打仗的基本知识，课程排得挺满的。民团的士兵们每天都训练得疲惫不堪，军队格斗术就等他们打好基础之后再放进去吧。但是看趴地兔这个求技若渴的模样，也许只是我觉得他们累，他们自己搞不好还想拼命的多学点东西呢。干脆还是把这东西提供给他们，然后让他们自己来决定要不要练吧。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，但要怎么教给他们呢？最好直接交给程旭，由他吃透之后再交给别的士兵。但是总觉得这样不好玩啊，有没有什么更好玩的办法，更有趣的展开呢？啊，对了，金庸先生的小说里面不是有一段这样的情节吗？无量山中有一个无量玉璧，月初之时，幸运的人可以看到山壁上有仙人练剑。嘿嘿嘿嘿，我要从保姆天尊化身恶搞天尊了。高家村已经进入了梦乡。练了一天的对联、红拳，还上了几堂思想课，好累啊！但心情挺好。以前一直梦想着能做个威武的大将，可惜一直都不得其门而入。现在加入了民团，每天能跟着何教习学拳，感觉离自己的梦想又近了好多。想到这里，趴地兔不禁对着天花板挥出了一拳。我这招红拳应该算打得漂亮吧，开心。此时还是半夜3更呢，大伙被趴地兔叫醒，十分不爽。你小子半夜3更拍门叫醒本教习，要是一会儿看不到仙人打拳，我把你挂在树上让大伙练打拳。兔爷，你可别闹，要是骗我们胆儿很痛的。本兔对着祖传宝剑发誓，我说的话全都是真的。真的有些人在山壁上打拳，大伙跑快点，别慢吞吞啊，这是急死本兔了。好，到地方了。刚才就在这里打的拳，一个好大的人影，整片山壁那么大，在上面打拳。哪有啊，不就是黑乎乎的一块山吗？喂，兔爷，哪有仙人打拳呢？把这兔子给我挂到树上去！几个人立即行动起来，将趴地兔捆在了枯树上。从哪个方向开始揍你呢？大伙儿相信我，这里刚才真的有仙人打拳，我没有一个人偷学，拼了命的跑回来叫你们，我真……差不多了，故意这样压一下节奏，让大家误会趴地兔，一会儿再解开误会，大家才会明白趴地兔的义气。程旭正准备收拾一下趴地兔，猛地一回头，就看到对面的山壁上出现了一个巨大的人影。哇！来了，你看，仙人又开始打拳了。看，本兔没有骗你们吧？好凶的拳法，这招招都要人的命啊！现代军队格斗术那还真是招招要人命，讲究的就是高效，要在最短的时间内把敌人干掉，完全没有任何表演的成分。哎呦，我要是和……高家村的老村长正斜躺在自己编制的竹椅子里，手上捧着一本杨家将小人书，看得乐呵。哎呀，这书好啊，真是好啊！精彩，好精彩呀！这年轻时候常往返县城，在城里听说书先生讲过杨家将的故事，这还在戏台子下面偷看了2眼戏班子的表演，这是没有打赏钱，不好意思凑近了去看啊。所知的杨家将故事全都支离破碎，没有形成完整的脉络。现在有了自己的小人书可看，
这故事一下就连贯起来，乐趣无边呐！这饿着肚子也要把这书反复看10遍。卖米粉了，稀罕的南方美食，米粉哦！有没有人想来试试的？一碗米粉只要5个铜钱。高家村里竟然有人卖这个了，高腊八，原来是高腊八。前几天马天正道长教了高腊八做南方米粉的技术，当时还去看热闹呢。结果泡米这个环节太费时间，就把注意力移开了。没想到现在已经进入贩卖环节了。卖米粉了，腊八，是你在卖米粉吗？来我这边。村长，你要来一碗不？来一碗。我这看书看入了神，懒得自己做饭了，就来尝尝你这米粉究竟是什么味儿吧。高腊八的小担子里居然有个大陶罐，掀开一看，里面是刚煮好的米粉，热腾腾的。他从里面挑出一碗来，往里面撒了几粒盐，往村长手。县城的边角里有一个小小的道情班子，张家班。张家班有2个负责唱的，4个负责跳的，还有4个拉奏乐器的，一共10个人。年景好时，我们张家也曾经大红大紫过，只要一摆开，马上就会里3层外3层的围满观众。一场道情表演完，怎么也得收上些铜钱来。大家倒是也不愁生活，但是大旱3年，日子越来越难过。到了今年，已经彻底玩不转了。每一次开台表演，观众只有那么寥寥几人，也给不了几个铜钱的赏钱。饭吃不饱，现在也只好和难民一样，去县令梁世贤摆的济民台混上一碗面糊汤。这样的日子何时是个头啊？正愁山前无路之时，张班主在领救济粮的地方居然碰上了一个老熟人谭立文。哎呦，谭先生，许久不见，以前每台戏都能见到您为我们撑腰，但最近数月不见先生，甚是担心先生出了什么意外。多谢张班主挂念，在下屡试不第，自知无才，不再去做那科举之梦。几个月前去了高家村，拜了3管事为东翁，做了一名师爷。这几个月呀，都在高家村里处理杂物，未能再回县城来看道情。高家村，最近经常听人提起这名字，好多人跑去高家村揽活干，好像是个大户人家在大兴土木。对，就是那个高家村。一会儿天尊一会儿圣女的，这是闹哪样啊？但是金主爸爸说了，晚上演，那也只能照办了。看来金主爸爸应该会在戏台边上点上很多很多灯笼，这样一搞，虽然不如白天亮堂，但勉勉强强也能看戏了。好吧，赶紧开始准备。戏班10个人全都钻进了戏台后面的小房间里，关上门窗，在里面换上戏服，脸上涂粉。那边怎么了？突然发出奇怪的光。5颜6色呢，这颜色一看呐，就是天尊的风格。天尊最喜欢搞这些五彩缤纷的东西了。就是一看就是天尊搞的。山坡上要弄什么呀？天尊出手肯定有原因啊。村民们开始聚集过来了，正好迎头碰上了从高下商圈里蹦蹦跳跳跑下来的高一叶。天尊有令，一会儿有戏班子表演陕北道情。有戏看呐！原来那些5颜6色的灯是戏台子照亮用的。哇，太好了，有乐子了！村民们欢呼起来，消息开始像病毒似的传播。在娱乐项目缺乏的高家村，有金红郎和高初武的爱情故事，就会吸引来大群人围观。现在有了正经的戏看，那还得了？有非常迫切的精神需求，这种需求是根本压抑不住的。快！今晚有戏看，在高家商圈那边，咱们赶紧去占个好位置，去晚了可能就要被挤到最外面。大群村民疯狂地向着山坡上冲来，很快戏台前有限的长凳子全部挤满。
村民们开始爬上旁边的塑料房子里，酒楼、客栈、青楼的2楼全都挤满了人，但依旧不够。唱曲儿的一曲文场，接着剩下的5个人也化好妆赶来了。大戏开演。原来他们演的是道教故事，讲的是一个道士游历天下，与妖魔鬼怪打架，得遇仙缘。好像故事还挺复杂的，难怪这种戏的名字叫做道情，原来是从道家故事里脱胎而来的。好，唱得好啊，跳得也好。这年头的贫苦劳动人民，尤其是非县城的村庄居民，看戏的机会可以说是极为渺茫。在场的1000人中间，看过戏的人只怕不到100。第一次看到这种艺术形式，个个都大受震撼，甚至感觉不虚此生。台上的张家班表演完毕，对着台下行了一个礼。天花乱坠，感动涕零，先生之才当受此赏。谭立文这一带头，程旭也摸出一块小碎银子，跟着往台上一丢。看完了戏，原来是要打赏的呀，这应该是规矩吧？是规矩就得守，不然下次人家不给咱们演了。接着各种碎银子铜钱儿像下雨似的对着台上飞了过去，一转眼的功夫，戏台上碎银子和铜钱儿丢得遍地都是。哎呦，这是何等豪横的村庄啊！这里最穷的人居然也能摸出一个铜板来打赏，我的天哪，这要是在县城，想都不敢想这么好的事儿。感谢诸位，感谢诸位，张家班初来乍到，得各位村民如此厚爱，不知该说些什么。哎呀，天尊还真说中了，我们张家班会演的戏也就那么几十个。如果是在县城那种人多的地方，我们这几十个戏反复演，总有没看过的观众。但在这个奇怪的村子里，村民就这么一点数量，我们每天演一个戏，几十天之后就演完一遍了，那到时候再演，还有谁来看呢？难道又夹着尾巴回县城？县城那边的人吃饭都成问题了，谁还看我们演戏啊？又去领救济粮吗？哎，不行，绝对不要！好不容易在这里演戏可以赚到钱了，死也不要再回县城。得编新戏，立刻编，马上编。正巧张班主的眼光扫过散场的人群，有一位道长混在其中。道长，请留步。施主有何指教？刚才你也看到我们表演的陕北道情了吧？演得真棒啊，是我教的故事。陕北道情主要是用道教的故事来编成的戏，我想将它们改编成陕北道情。道士也是要做传教的吗？本来呢就很喜欢给人讲道教的故事，既然这位有兴趣听，还打算编成戏来唱给老百姓听，那当然是大善呐，双赢灵亏，对双方都有好处的事，立马就干。哎呀，也不用等明天了，就今天晚上马上开始，咱挑灯夜话去。李道玄关掉了彩灯，将它们从箱子里拿了出来。这玩意儿带电，可不敢一直放在箱子里，万一哪个调皮小人手贱，往电线上斩一刀，天兔断霸剑，那就说不准闹出什么事儿来了。32听完高一叶的转述，脑门一醒，马上就明白了天尊的意思。劳改犯们确实需要一些激励了。一开始他们吃饱就开心，但短工们到来之后，不光能吃饱，还能赚工钱，劳改犯们就开始有点摆烂是吧？可惜明朝没有摆烂这个词儿，你形容不出来。安贫乐道。我操，这样形容也行啊？原来古代就有了形容摆烂的成语。哎，可惜我是个大文盲，对不起老祖宗们啊！晚辈今后一定多读点书，为往圣继绝学。天尊的意思我已经明白了，该怎么处理我也有了个想法，马上就去把这事儿办得妥妥的。我偷偷告诉你啊，
天尊的表情好像很难过。啊？就是在你说出“安贫守道”4个字之后，天尊的表情一下子就变得不好看，似乎有一种痛心、很惋惜的感觉。啊，我明白了，天尊悲悯世人，见不得有人失去生活的希望，所以才对“安贫守道”这个词感到难过。我受天尊大恩，无以为报，只能在这个地方为天尊多出点力了。劳改犯们就由我去安抚，绝不能让天尊难过。那就最好了。这件事儿居然让天尊感觉到难过了。我身为天尊的头号狗腿，今日必定要拿出浑身解数，让天尊重开笑颜。谭立文，带上所有帮闲，召集所有劳改犯，本管事要给他们开个大会。东翁稍后，在下马上去做。所有劳改犯集合，有重大决定宣布。一夜，上台去说几句。虽然你们有悔过之心，但犯的罪孽太重，也不能现在就让你们恢复白身。天尊给你们一个机会，今后谁表现好、立功多，就给他减刑。减刑？减刑就是减短劳动改造的时间。天尊说了，你们犯的罪名叫做抢劫杀人未遂，是非常严重的罪名，一般来说要劳改至少10年。啊，10年？但是念在你们是初犯，受人蛊惑，没有造成高家村的实质损失等多项情有可原的状况，天尊决定只让你们劳改1年。1年？啊，我们已经劳改半年了，也就是说再有半年我们就能恢复白身了。是的，如果你们没有什么别的表现，再劳改半年就可以恢复白身。但若是有人表现突出，立了大功，或者为高家村做出了重大的贡献，就可以酌情减短劳改的时间。太好了，太好了！你们都听到了吧？圣女大人亲口转述的天尊命令，你们好好表现，好好劳动，争取早日恢复白身。好好干活，好好干活！生活一下子就有了希望，看不见尽头的劳改生活，现在有了尽头了，那还不赶紧拼命干起来吗？哎呀，这下好了，大家都有干劲儿了，这就不算安贫守道了吧？天尊应该不难过了。一夜，看得见天尊吗？他老人家现在开心不啊？天尊露不让人碰火药，那火药座呢？火药座还是能接触到的，只要他手里没火药，要出来逛个街、遛个弯什么的没问题，但出不了城。这几年铸作匠逃亡的太多了，官府怕火药座也逃了出去，将他们看得很紧啊。碰不到火药，出得了坊，出不了城，是吧？是的。明白了。哎，你还想赚钱不？想，非常想。邢红郎摸出一锭5两重的银子，在灯匠面前晃了晃，把火药座从房里请出来，和我见个面。这锭银子呀，就是你的了。就这么点小事儿，给我这么多银子？大妹子，你可别说话不算数。你看老娘这样子，像是说话不算的人吗？跟你讲，凡是说话不算的人，被老娘碰上，那一刀一刀都送去见阎王爷了。那好，大妹子，你到前面拐角那茶楼等会儿，我去把火药座拉出来喝个茶。哎，对了，你是个什么匠啊？我是个灯匠，没啥用的废物。哦，做灯的。盛唐之时，灯匠还真是挺牛的一个工种啊。但是现在的灯匠确实已经是落寞了呀，想出去闯一闯，赚更多的钱吗？我哪来这本事啊？哼，拿去交了接下来10年的匠班银，然后跟老娘走，老娘带你去热闹繁华的花花世界，狠狠地赚上一笔。大妹子，
插管等。当天傍晚，西安城中的一条小巷里发生了谋杀案，一个30几岁的男子被人砍死在小巷中。凶手非常凶残，在苦主身上砍了几10刀，尤其是脸部砍得最凶，整张脸都砍得稀烂。哎呀，这是火药座徐大福，这是他的衣服，衣兜里还有他的空钱袋。哎呦，真是可怜呐，家里连个老婆孩子都没有啊。随便走个流程就划掉，才懒得为了他的事儿拼命去破案呢。成立完破案游戏的同时，邢红郎也带着38名部下，一个灯匠，一个火药座，正准备离开西安。一行人穿街过巷，邢红郎突然看到路边有一个人正在卖一柄巨大的后背大砍刀，这刀比普通的大砍刀长了一截儿，不适合大多人使用。你这刀多少钱呢？3贯。我要了。你们看什么看？老娘买把刀有什么好看的？老大，这把刀对您来说会不会太那个大了一点儿？谁再敢提一句这把刀，我就打得他娘都认不出来他。哎呦，老大脸皮薄啊，开不起玩笑的。哎呀，今生。哎，逃亡没有想的那么难吗？官府的力量已经弱到这个地步了，或者说官府早就已经对我这样的人无暇顾及了。出来了。成功了，我们终于成功了。哇，成功了，我们终于成功了。大清早的，你们3个会笑什么呢？将士，我们成功了，成功了。天尊上次交给我们的仙泥配方，我们终于做出来了。对了，上次给了他们水泥配方，让小人们自行研究，没想到这么快他们就成功了。好吧，古老水泥的配方本来就不难，只需要石灰、粘土和水这3种材料，又有我提供的制作方法，难怪小人们搞定的这么快。仙泥成了，我看看。3个泥水匠捧出一个小盒子来，盒子里装着一块已经凝结干燥的水泥。不错，果然是成了。你们3位完成了天尊给予的任务，应该重赏。回头我会向3管事汇报，给你们1人发100斤猪肉。100斤猪肉的赐赏啊，太幸福了。这可不够，虽然我提供了配方，帮他们做了币，但3位水泥匠依旧算是做出了重大科学发明，可不能只讲100斤猪肉就了事，得给他们超级重赏，才能树立典型，让所有村民都知道，发明创造可以改变自己的命运。西方科学在一段时间内突飞猛进，超越了东方，就是因为西方的科学家受重视，一个发明创造就能发大财，还会获得相应的社会地位，被人尊重，而东方的科学家发明出新东西却不受重视，别说发财了，甚至连毛都捞不到一根。那双方的科研积极性当然不一样了，这就使得西方完成了弯道超车，在后面很长的时间内都在科技一项上遥遥领先。看来又得出动我的大银链子了。李道玄咔嚓咔嚓3剪下去，又剪下来了3颗很小的银粒。耶，表彰大会什么东西啊？我们也不知道啊，反正去看看就知道了呗。哼，这倒也是，看了就知道了。走，都去凑个热闹。邢红郎一行人便和修路工人一起向着主堡而来。此时主堡大门前已经无比热闹了，从短工村和劳改村过来的人在主堡前站了个里3层外3层。这村子怎么回事啊？西安府那边难民满街都是，整个城市都灰暗压抑。这小村子怎么人人脸上带着笑，气氛热烈，这也太奇怪了。这高家村周围大片的麦田已经到了快要收获的时节了，麦穗饱满，显然是要丰收啊。看来是因为这里没遭旱灾，庄稼长得好，他们才笑得出来。就在这时候，
墙上的32举起了手，做出了一个向下压的动作。村民们马上会意，瞬间停止了讨论，整个场面安静了下来。今天早上，3位泥水匠为咱们高家村做出了非常巨大的贡献，他们终于调制成功了鲜泥。从今以后，我们可以自己制作鲜泥了。我们居然能自制仙家秘宝了，太厉害了！仙泥又是什么东西啊？什么自制仙家秘宝？这扯什么淡呢？现在有请3位泥水匠出来给大家说2句。大家好，我们本来只是很普通很穷的泥水匠，承蒙天尊看得起，收留我们在这里吃得好睡得香。表彰大会结束了，看热闹的村民们开始向着山坡上的高家商圈涌去。高家村现在已经开始有夜生活的雏形了。李道玄把彩灯放了下来，搭在了戏台上，打开开关，彩灯立即开始闪动，将整个高家商圈映照得五颜六色，仿佛迪士科舞厅。要给母亲占位置呢，不然母亲的大逼兜可不是闹着玩的。快走，快走！这村子怎么回事啊？天黑了还玩赛跑吗？你们对着山坡跑过什么劲啊？哎，发生了什么呀？邢姑娘回来了，来得正好呀。走，咱们一起去看戏吧。看戏？哼，你就这样直接的邀请一个女子去看戏？你到底知不知道邀请女子去看戏是什么情况啊？哎呀，来不及了，那好位置都要被人占光了。那我得赶紧跟上，脚步慢了，被他真的拉得飞起来，那可就丢人了。江湖上谁不知我永记猩红狼的大名？只有我拉着别人飞，没有别人拉着我飞的道理。这一下子有点斗气成分了。猩红狼迈开双腿，跑得飞快，一眨眼功夫居然跑到了高初武前面。邢姑娘这么快的呀？那我可不能输了。两人这一下都拼了，那速度简直可怕，仿佛2辆动力拉满的火车头，轰隆隆的带着一路烟尘冲上坡去。抢个看戏的位置至于吗？我答应过母亲要给她占个最好的位置的，你们怎么能这样啊？气死我了！我们还是跟上人群吧。反正人群去哪儿，我们就跟去哪儿，应该不会。挺开心的，还有点意犹未尽的。我居然还真的和这个憨憨肩并着肩的坐着一起看了一出戏，搞得像是在那啥一样。老娘可没答应啊！你没答应啥呀？哼，这把刀感觉很适合你，给你用吧。你在瞎开心什么呢？这把刀不是你想的意思啊！我刚才想什么了吗？完全没必要尴尬呀！这憨憨根本就没想歪，也没看出来我在尴尬，所以我根本就不需要尴尬呀！哼，这把刀是你上次帮了我，我给你的谢礼，没有别的任何意思，懂了吗？懂了，但是我不能要。为什么不要老娘送的东西啊？我送你巧克力你都不收的，所以你送我大刀我也不能收。哼，明天单挑，我赢了你就收下这把刀，我输了你就付钱。你不会还有伤在身吧？老娘的伤早就好了，明天公平决斗。那好。两人在这边闹腾的开心，另一边高一也看完了戏，正打算回去继续画他的小人书。叶，天尊有何吩咐？跟着散场的人走，外面的街道上有2个新来的人正在茫然不知所措，你去找他们聊聊。好嘞，我马上去。高一也在散场的人群中蹦蹦跳跳穿梭起来。准备许久的鞭炮终于可以派得上用场了。一夜，
让他们住进将井里，先向高依依报个到，按工匠标准给他们安排个临时房间，先好好休息一天，明天我再给他们安排工作。高一也应了一声，带着徐大福走向主堡。似乎是要收留我了，有点小期待。刚才灯匠得到了3两银子的工钱，我现在对自己那也有信心了呀。哈，又来个工匠啊，这位是火药座。这话把高一吓了一跳。天尊让你给他安排个临时房间。啊，临时？不让他住在将井里吗？天尊的想法我大致能猜到，这大约是因为京城大爆炸的事吧。我要是在这里玩火药，确实颇有些不妥当。这是大老爷的家宝吧？要是火药在这里炸了，那可就……哦，行吧，临时找个房间先住着，回头再看天尊怎么安排。早饭还没吃吧？灯匠已经被匠师高一拉走了，安排工作去了。我不能跟着高一走，这肚子饿了又不敢出去找人要吃的，就只好一直饿着。我也没吃早饭，最近忙得要死，好几天没做饭了。我带你去吃碗米粉，然后等天尊的法旨。米粉？那什么东西啊？你好像也没讨个媳妇，今后忙起来可能也没时间自己做饭，可以来腊八叔这里吃米粉，这个东西很好吃哦，听说是南方人的特色美食。5个铜钱一碗，这我哪吃得起啊？不敢这么嚣张，怕是在西安府里也没多少人舍得吃啊。若是卖1个铜板或者2个铜板，兴许还有些人愿意试试。但这村子……徐大叔，这座房子今后就由你来管了。这么大，给我管？叶，带徐大福进去看看吧。高一也带着徐大福走进了火器局，两人走进其中，就仿佛走进了一个超级巨大的体育馆。站在这样的空间里游目四顾，会有一种自己很渺小的感觉。你看那边啊，一大堆奇怪的小圆球，那是天尊提供的仙家火药，仙界的东西都很大，咱们人间界无法直接使用，所以需要你来动手将它研磨细碎。仙界什么的徐大福听不懂，他飞快地走到那一堆火药前面。这是一个硫磺球，这是一个木炭球，硝石，这其实就是调配好的火药，只是每一个颗粒都太大了，不知道为何不再磨细一些再调配呢？这不就你的工作了吗？对呀，女好汉拉我来此，不就是为了让我做这个吗？哎呀，我还提问，还真蠢。圣女大人，小人已经明白自己该做什么了。我会将这些火药的球形材料研磨细碎，然后重新按比例调配成火药。天尊说了，你一个人不够，你还得带些土地出来，否则火药的产量是高不起来的。你也不用担心教会了徒弟饿死师傅，今后会升你为火器局的局长，负责管理所有的火药座，工钱比你亲自动手时更高。天尊看来是个很会照顾人的大老爷呀，连教会徒弟饿死师傅的事情都考虑到了，提前给我打了招呼，还许诺我今后可以当局长加工钱。古代人太天真了，要是现代人听到升职加薪的许诺，肯定第一时间进入警惕状态。因为私盐贩子们很自然地加入了邢红郎的啦啦队，而高家村民们也自觉地成为了高初武的啦啦队。不过高初武的啦啦队明显有一部分叛变了，居然转到了邢红郎的啦啦队里面。大姐，你是高家村的人吧？怎么帮我们的老大不帮高初武了呀？邢姑娘也不是外人了呀，我现在把她当自己人看，两个自己人打架，我当然帮看得更顺眼的呀。邢姑娘啊，打，把高初武那憨憨打服，今后让他知道家里谁才是当家的。高初武不能弱了男人的威风，一定要把媳妇儿打服了。谁是他媳妇儿？我们去给邢姑娘助威。啊，可是我想给初武哥助威啊。不孝子，想和自己的亲娘唱反调吗？母亲，你说的对，孩儿不孝，须得打清醒。但是清醒之后，我还是想要帮武哥，所以我再帮母亲打我一下，
母亲恕罪，孩儿去了。哎呀，儿大不由娘啊！单挑开始了，还是邢红郎先出手。靳洪拳36排手，一出手就凶猛异常。但高初武也非昔日武侠阿蒙了，陕西关中洪拳36排手使出，虽然还有点生涩，但凭着他强大的力量与敏捷度，这一路拳法也使得像模像样。打起来就像师姐与师弟切磋图门武艺，看的是真是让人赏心悦目啊！呀，我看江中就还是老的辣。20几招之后，高初武的拳法已经乱了，但邢红郎拳法不见半点混乱。受伤的张老五马上就被村民们送回了村里。短工村里现在已经有了大夫，原本是个走方郎中，结果走到高家村来就走不出去了。他用传统的中医方式为病人诊断，诊断出病因之后，就用李道玄提供的仙药来对症治疗，那效果还真是刚刚的好。张老五这都是皮肉伤，涂了药养一养便好。哎呀，钟高粱在看到张老五没事之后，长长的松了口气，拍了拍手，又向着劳改犯们的工地走了过去。没有人注意到他。做好事的人总是那么容易被人遗忘，去叫醒高一夜来处理这事儿了。谁把他从沟里救上来的呀？好像是个劳改犯，长得还挺壮的。至于究竟是谁，我也没看清。哎呀，这怎么能不看清啊？当时都只记得看见张老五了。帮我问问别的人，我也一起问问，一定要查出来究竟是谁救人的。挺好，原来还是有人记得要寻找做了好事的人呢。不错不错，村子里不断的招揽各方面的人才，可不就是为了在任何时候都有人来处理对应的情况吗？可以让高一夜再好好的睡一会儿了。钟高粱，这名字我有点印象，毕竟也太有特色了。钟高粱和几个工友一起扛着锄头，一边尬聊着，一边走进村。突然见到32、谭师爷还有好几个帮闲一起走进了牢。赵先生，快跑！啊！官府派人来拿你来了，有人讹传先生夜间点灯于孤寺，是像评话中描绘的皇朝那样造兵术谋反。何来此言啊？哎呀，怎么来的不重要了，快逃啊！官府的人马上就要来了，你赶紧收拾一下，我送你从寺庙的后门离开。陕西到处都有人起兵作乱，清涧县官府的神经绷得紧紧的，一听说哪里有人要造反，马上就会出动，不问青红皂白，将人抓回去屈打成招。该死，我只想好好读书，参加科举金榜题名，光宗耀祖而已，为什么要这样对我？赵生一路逃到谢家沟，大群衙役从后面追了上来。该死的官府，不准对赵先生下手！赵先生是好人，你们不分青红皂白，污蔑好人！老子今天反了，干死这群衙役！大量老百姓狂涌而出，瞬间将衙役们碾为铜粉。李大从铁匠铺里冲了出来，手上捏着一根小小的弹簧。成功了，我终于成功了，这东西的弹性终于恢复了。我成功了！圣女大人，您起床了吗？快看，快看这个！看到高一夜从阳台上探出了头，李大立即把弹簧放在双掌之间，用力向中间一压，再松开，那弹簧 biu 的一下又弹了开来。看，我成功了！我成功了！哼，李大叔，你给我看这个也没用啊，我看不懂。不过你放心了，天尊已经看到了。天尊，您看到了吗？我成功了！我把这东西烧红，然后快速的放进冷水里，它就32第一时间迎了上去，高一夜也赶紧回望楼换那身端庄的衣服。李道玄则摆好小板凳和瓜子花生，准备看热闹了。哎，那个
三管事，这次来访又要记一些功。贼寇又闹过来了。是的，而且还是咱们的老朋友洛川不沾泥。哦，这家伙在咱们长城县2顿吃败仗，他还敢来？这就不得不给你们讲一讲北方的形势了。数日前，白水王二从宜郡县北上，进入洛川县内。洛川巡检率军与王二激战一场，本以为胜券在握，却不料大败亏输，只能狼狈地退回了县城。这就让整个洛川县彻底脱离了官府的掌控。王二直接穿过洛川，继续北上了。不沾泥本来就是洛川人，在洛川拥有很好的声望，一出黄龙山，立即又汇合了多股义军，声势大振。此时的不沾泥兵强马壮，手下悍匪如云，共计7个分队：1队眼前儿，2队点灯子，3队李晋王，4队蝎子块，5队老张飞，6队乱世王，7队夜不收。这才第7队啊，等到第8队加入，那可就怪不得了啊！那可是大名鼎鼎的李自成啊！这洛川不沾泥声势越来越浩大，在洛川县横行霸道。手下7队贼寇分多路进军，其中有2路又冲着咱们城。哎，没想到县尊大人也是个数学高手。本官所学博杂，而且学的都是经世治国之学，才不是那些吟诗作对、无病呻吟之人可比。哼哼，居然敢说自己学的博杂，你能有多杂？君子6艺，你会了几艺？若是比四书五经、应试的那些东西，我白渊肯定比不过正经科举出身的官员。但是你非要来我面前吹算术，那就是找死了。干脆把你这家伙连同我的逆子一起收拾了。好，县尊大人，既然您也是此中高手，那咱们一会儿一同比试比试如何？有何不可？在这西北偏荒之地的一个小县城里，学术氛围比起江南那边要差得远，平时想找个肚子里有本事的人交流一下都不行。现在好不容易来了个白渊，那岂有不接招之理啊？我们不是来讨论战略的吗？你们为什么突然闹起算术来？方将军勿怒，那应付贼寇之事交与在下来处理便是。在下这就去安排民团前往白家堡，方将军只管去自己的驻地。哼，算了，贼寇估摸着还得好几天才会压境，我也懒得凑这些文人的热闹，我还是带兵前往驻扎吧。这个家属办得很有模样吗？这可不是家属啊，而是面向这村子里所有老百姓的孩子无偿开放的公塾，只要愿意读书识字之人都可以来这里免费读书。哎呀，善举啊，大善举啊！我终于挽回了父亲的尊严呐！白先生，您刚才说了一句天书12册，不知为何物啊？白渊正想拿出小学数学，突然心中一动，哎呀，不对，这是天尊恩赐给我的天书，没经过天尊的允许，我不可以乱给别人看。正犹豫呢，就见到高一叶站到了梁世贤背后，点了点头。啊，天尊通过圣女给我传讯，那我就没什么好犹豫的了。县尊大人，这本书是天上的神仙赐给我的天书，一共12册。刚才那些数学题在这12册书中应有尽有。神仙赐的？子不语怪力乱神，听不见。但这书嘛，可是要好好看一看。梁世贤接过小学数学1年级上册，翻看了几页，一开始也是认不了阿拉伯数字和符号，但这不难，半炷香之后他就翻得极快了，一本1年级上册刷刷翻完。哎呀，白先生，
此乃神书啊！都说了是神仙赐的，如此好书应广为……可惜啊，算术一道，并未纳入科举。大多数读书人是不屑于学之的，倒是本官那绍兴师爷，也许对这东西更感兴趣。白渊瞥了一眼高一，见他又在对自己猛点头，便将一整套12册的小学数学往梁世贤面前一推。县尊大人，且不管这东西有没有纳入科举。白渊带上了一大包初中数学，全套6册，准备出发了。这一次的天书随手一翻就头晕脑胀啊！这6册的难度比先前那12册难了不是一星半点儿，可不敢嚣张地说多要几册了。贵姓何？何教习？何教习以前在哪个村任教习啊？在下总觉得何教习的身形有些眼熟，却想不起来在哪里见过。我是何家村的，就在澄城县最南边的小山谷里。何家村的何教习吗？我想起来了，我们在县城聊过天，我记得很清楚。这你也记得清楚？好想对着你脸盘子正中间来上一拳。我上一次去高家村时，高家村还没有民团，没想到才几个月，民团就已经搞得有声有色。看来何教习的实力很强啊！雕虫小技，都是天尊给的物资丰富，民团才能搞得这么好啊！别说是以前朝廷不发饷，我自己手底下那100个渣渣兵，练起来别提有多难了。白渊纵马先到堡里，立即吩咐白家堡的人出来搬运物资。程旭指着车上的一大堆多出来的手弩、长枪、腰刀，对着白渊说道：“这些都是天尊叫我们多准备的，你的民团也把这些东西用起来，铠甲以后也会有的，只是现在数量不够啊！多谢天尊呐！自从得了天尊的庇护，我这白家堡是怎么看怎么稳。贼子们，放马过来吧！”我赵生也是倒了8辈子的霉了，在石油寺里点灯看个书，就被污蔑为要造